羽球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快速的球拍运动，看似容易，但却也有它的小诀窍。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各种状况的小细节吧。首先，我们先来介绍如何选择羽毛球。我们拿塑胶球以及专业用球来举例。塑胶球非常便宜且耐打，而专业用球可以更好的练习场上的手感，帮助我们在场上有更好的发挥。羽球拍是选手制胜的关键。一般的羽球拍都是由碳纤维而制成，而专业级的羽球拍则是由超高科技的纳米技术，所以选择好的羽球拍是非常重要的哟。正手发球通常结合身体重心、腰力以及手腕弹性来击球。以下我们来示范犯规动作。发球时脚必须部分贴地，如有移动则视为犯规哦。正确的反手发球动作呢，是将拍面朝下，然后轻放在食指上，最后大拇指轻靠在握柄上，然后呢，左手拿球，将头朝着自己，然后大拇指轻发，这样子就是非常正确的姿势哦。最常见的错误发球姿势呢，是握着我们俗称的苍蝇拍。用挖球的方式击球呢，久而久之会对我们的手腕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哦。在双打发球时，发球高度不能超过1.15米。不，发球犯规，太高。否则视为犯规，对方得分。在接发球的时候，仍由发球的斜对角接发球方回击。如果由另外一位队友回击，则视为犯规，对方得分。Fault，外面发球。在对方发球后，我们的手要最快地伸出去，争取最高最快的击球点。当我们回球越低，那对方的回球的攻击性也就越低。接发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以下2点。第一点，接发球的时候重心要低一点，站位不能太前面。如果重心过高或者是站位太前面的话，移动的速度会变慢哦。第二点，接发球的时候尽量以上手拍做攻击为主，如果挑球的话，可能会错失攻击的机会哦。杀球是羽球中最厉害的得分武器。但如何杀出制胜的一球，却需要很多的技巧。以后场杀球为例，像这样子，就是只用手的力量去击球，很明显就不够。但我如果用身体的力量配合腰部的转换，就会让球速更快，而且更有杀伤力哦。再来则是往前的扑球，往前的扑球主要是使用手腕和手指的力量。第一种，使用整只手，速度明显不够。而第二种，我使用了手腕和手指的力量，速度增强了许多。希望以上可以提升你们杀球的技巧。在做往前小球的步伐呢，是采右左右的方式。那往前小球呢，有分2种，第一种是从外到内，叫内旋；从内到外是叫外旋。那针对对手的球来的方向的不同，可以去做选择哦。等一下，你要去哪里呀？但是回家累死。不行啦，你知道全国学童杯羽球巡回赛很精彩耶。在哪里啊？我知道，就在高雄亚博会馆。什么时候？6月15到6月16日。好，走，我们一起去看比赛吧。好啦，一起去加油啦！全国学童杯羽球巡回赛即将开打，各路选手准备应战。6月15、6月16线上观看学童们如何挥出制胜一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112学年全国学童杯羽球巡回赛。在今天6月15号以及明天的6月16号呢，我们将为您进行的是总决赛的部分。当然是2天的赛事啊，预计会举办365场啊，总共有超过260名的小朋友一起要来争夺，到底谁是今年最强小学生的封号。当然这2天我们在高雄的亚博会馆呢，会为您做实况的播
出。我是今天的主播李敏静，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专业球迷李正南一起加入。教练你好。你好，嗨，各位同学大家好。对，那当然，今天我们从上午的8点30分啊，会一路进行，预计到这个下午大概4点半到5点钟左右所以有非常多的赛程从这个时候要展开。那当然，在今天亚博会馆呢，同时间大概有7、8面、8、9面的场地要来进行，但我们会 focus 在单一的场地为大家介绍。我们现在羽球基层的发展，那小朋友现在羽球的水准，那别忘了今年又是奥运年。那我们知道，大家最喜爱的小戴资颖就是高雄人。那最近他当然是在高雄养伤准备在巴黎奥运了，再度冲击奖牌。那包括下个礼拜高雄也要进行这个。BWF 巡回赛、高雄名人赛的部分，所以整个高雄，看来这2个月会是非常标准的羽球月。除了我们这个学童杯的总决赛，那下个礼拜的这个高雄名人赛以及戴资颖从这个道地的高雄人要代表台湾去巴黎参加奥运。是，基础的培养其实都很重要。对，当然戴资颖也是从小就参加这样的可能是基层的比赛，一路打上来，那慢慢成为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是，所以也许从我们的转播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发掘下一位未来台湾优秀的球员。明日之星。是啊，有这样的赛事，就是对高雄小朋友是造福啦，因为他不用到其他县市奔波，舟车劳顿。对，在自己的家乡就可以享受不同的选手来做一些切磋。是，没错。因为这些小学生一路来到总决赛的部分，其实他们已经打了1整年了。经过7战的这种分战的不简单比拼之后呢，最后有资格能够站上总决赛的舞台，已经相当不错了非常难能可贵了，有程度，才能维持现况。对，好，那第一场比赛为大家送上的是4年级男生的单打这是在 C 级的赛事。这场比赛我们画面上看到包括来自高雄市龙华国小的钟冠文对上台东县东海国小的徐子成。是，其实羽球从发球得分到落地得分其实比较大的转变是，对球的精熟度要很高了。是，因为早期都是发球打得分嘛，取回发球权。对，以前最早期15分的时代。对。那也是跟着其他球类做研究，其实像桌球，其实早就是发球得分了。对。后来羽球改成发球得分之后，你所有的训练除了有加强攻击以外，其实相对性的它的精熟教学也更加着重。那我们看到身穿红色球衣的就是东海国小的子成，那黑色球衣的是龙华国小的冠敏。现在广播吕国。那当然，在学童杯的赛制呢，我们就是打1局21分没有 deuce， 所以对小朋友来讲可能来到了最后阶段，这个20比20就会特别紧张了。其实1局定胜负不简单这跟老师试教一样，你要把所有的精华在几分钟对展现出来，是不简单的。也许一场比赛短就是大概十来分钟，10多分钟，每一球都很谨慎。所以其实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小学生在这段当中，其实他的心智上会很大的成长。你要很沉着，他面临他上场，其实他自己解决任何一切。对。这个往前的吊球非常精彩。这小小的框形，其实他战略很多。竞赛组报告，第一组男生单打8点42分赛程。那这一球是在界内之后呢，形成了6比3还是由冠敏暂时领先的子成。黄瑞恩，请自竞赛组。这一球推的比较深出了界外。他自己想把它往后压，想压制他。
当然这我们知道，在小朋友这个阶段还在发育还在成长，所以教练当然都会想说，压对方后场的反手，这应该都是这个阶段对小朋友来讲比较难处理的球啊。他可能要绕头啊，甚至他的反手力量不够，回的位置就比较短，那你下一拍的接续进攻就会相对有利，就用刚刚的这一球。是，其实羽球跟撞球的概念有点像，就是打了这颗球之后，你接下来你要做你要有策略啊，你要布局。对，你到底知道做什么的？你不是打完球等球回来等你。没错。对，你这样才能做一系列的攻击或一系列的布局。这跟撞球其实有点概念有点像。对，所以真的比较特别的小朋友，其实他整场其实他是有布局，不一定要每球杀，对，压迫拨掉。然后造成空档才能做简单的得分。应该说，顶尖的选手像职业选手，他的每一球，他打的每一球其实都有想法。对，他可能这一球他只要过渡，或者他这一球是要为了后面2拍，就是说越好的选手，他其实想得越远，就像我们下棋一样嘛。对，下的每一步，其实职业的棋手都已经想到后面的3、4、5、6、7了。不过基层小朋友要大家想这么远有难。当然，对，就是从小慢慢训练。是，不过是可以循序渐进，先给他一个，比如说 S 快攻 ，S 就给他3拍，给他4拍的策略，大家去慢慢拆球。对，因为球场上的变化太多了。没错。那包括自己的状况，今天可能我刚好反手不错，对，是不是多利用？那我今天的小球往前戳球的手感好，对，那我就多跟对方斗往前。是啊。这都是取决于自身的状况，而且你还要判断你的对手。今天如果他的反手不好，就强攻；是。如果他的往前不好，我就一直放短。是啊，有时候你策略对，但是你打得不够到定位，那也得不到效果。是，对。好，但在1局的比赛所以11分要换场。那场边教练也利用这段时间稍微帮小选手调整一下，对，让他清醒一下。可惜冠冕这一球打得比较开出了边线，7比11。有时候选手他不是很清楚他的球到底有没有打到位置，比如说到底有没有压到后场。对，其实对于每个选手，其实越早适应场地的空间，对，空间感，对你空间感越好，你越能够很精准的判断我球的落点。就基本上你球如果都很够深的话，基本上都会守得比较前面的啦。这压力会大，是球越高又远，其实要做攻击的动作就困难了。对。所以这个观念一直到了职业舞台也是如此就是你要把球压得很深，那这个球要够高，那对方要直接进攻难度就加强了。羽球其实也是一个很抽象的活动。所以其实有好几年呢，其实就是说，因为早期会来从事运动，家长都想说，爱运动的孩子不会变坏。是，其实在，将近10年这段时间，因为学生多元的发展、多元的入学之后，其实有很多很会念书又很爱打球都进来了。就是大家现在说的文武双全的小朋友。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说，真的。头脑变化比较好的小朋友，他打球球路比较活。确实大家不要再有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观念了。真的顶尖的球员，他的头脑绝对是非常灵活的。他等于是我们刚刚提到，他要去计算，对，说接下来我的2、3拍要怎么规划，我的布局，那我的球路的配置。是啊，因为羽球也是要去理解，比赛是策略是有逻辑的是。所以小选手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你还是要灌注一些观念给他。那观念比较好的，然后筋动比较快的小朋友，他听得懂，他能够理解。对举一反三。对。那现在子晨跟冠冕呢，剩下4分的差距我刚刚冠冕连续的出界球，让这个分数越拉越近。所以稳定度很重要，就这样。
因为可能也比较小了，所以纵使你压制到对方，你也不容易轻易判断说我应该怎么做。对，当你发现的时候，其实时间点就慢了。羽球也是强调时间点。哇，这一球可惜想要打到右方的空档啊，但是给的位置太开了。好球。他有发现对手都站在后面，对，然后突然掉短。8点42分赛程，做一个小动作。东大附小黄承业，台南市仁爱国小。还是想要一直想打后场这种4号位的位置啊，但是可能要再调整一下。那偏差比较多。不过他今天的吊短球，冠敏他今天的吊短球的这个策略。运用的非常有效率啊，几乎只要有吊都有得分。但是就是这一颗，一直打不进。积极上，龙华国小他比较对啊，比较灵敏一点，要稳定度要再加油一下，不错。但是他吊这个前场的左右2个小角啊。确实都收到了效果，19比14啊，距离胜利剩下最后2分。当然对于子晨来讲，觉得还有希望啊，但是这一球落地之后呢，来到了赛末点了。他要想办法，拼一颗。好，这一球出界。主审认为在界外。国小高建祥，请到竞赛组。他应该打对角就比较好。好，这球最后是落在了界内，所以非常恭喜高雄市龙华国小的钟冠敏，最终是以21比15击败了来自台东县的徐子成。非常恭喜冠敏呢晋级到了下一轮。那待会要登场的是3年级的男生单打32强。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马上回到比赛现场。2位选手都是来自新北市的金龙国小，等于是这个金龙国小内战啊。那2位小选手分别是何丹佐跟冯瑞恩。那2位球员当然这个穿的队服是一模一样，那剃的发型也一模一样。所以这就知道是同一个团队出品的，很像兄弟啊，身形也很像。对。头型也很像。
好，那现在丹佐呢暂时3-1领先他的队友瑞恩呢。好，现在来到3-2。好，发短的。羽球真的还蛮适合亚洲人发展的。你看，娇小只要灵活，对，还是有它发展空间。而且羽球很吃手的感觉，对，你手指如何运用，手腕如何运用，这种很灵巧。就是我们长期有在看羽球比赛就知道，印尼选手对他那个手法真的是独树一格。小戴就是有类似那种感觉，是。指法啦，对，其实小肌肉的发展，对于羽球的阶段是非常重要的，要去开发它。可惜这一次的回击偏了，比数形成了4-5。瑞恩发球，自己人内战比较清楚对手的球路，一定的，一定都知道平常。我这个好队友到底哪里比较弱一点？我就要赶快的往那个地方给他一点考验。我这个人格特质就会跑出来，就会不会怯场啊？稳定性会不会因为压力过大？是，对，就会在这个场上呈现出来。毕竟对于3年级的小朋友来讲，大概就是10岁左右，可能不到10岁，所以我想。刚刚教练也提到，抗压性，那到这个时间点就慢慢的有一点点鉴别度了。是比赛型的，还是练习型的，或是大比赛，你反而放得开可以慢慢看出一点点端倪啊。没有错。我们常说要把训练当比赛用，你才能专注。对，还要把比赛当游戏才能投入。是，而且不会得失心那么重。对。这球在移动过程当中在后场发生了失误。好，那丹佐已经来到10-5领先了瑞恩。这球明显打偏了。对。所以现在形成了11-5，双方要换边。那只要球有够深，基本上他就很注意前面，而且够深的话，对就不好打。丹佐就应该有意识到这样子的球路。对，我看他球都压得很后面。因为对于这个小3的年纪，你说把球回到底线的位置，其实对于你的对手来讲就是一个高难度了。是啊，一般低中年级你要底线回底线很难啊。对，真的很难。那如果再压反手，基本上更难。对啊，所以我们常说，大部分的小朋友基本上防守都会守很后面。事实上，我都跟小朋友讲说，球是前面比较快，是后面呢。对，后面你可以追，是前面来不及了，那前面打不到就打不到啦。没错，因为羽球是落地得分的，所以你一定要在他落地之前就碰到他，你没有碰到他，你是完全没机会。你后场还可以被动式，过渡球，你前面打不到就打不到了。没错。刚刚教练讲的这个观念，我想可能对于小学生来讲很有帮助，就是说你要去争取你在场上的时间点。那如果你在刚老师有提到后场你追得到你前场如果你追不到，一落地这分就不见了。是。我们看到丹佐在整个球路的分配部分还是非常的合理我先调短之后呢再做一个下压的进攻。往前球的手法它比较细腻一点这一球其实已经有在他的想法当中了，想要再发力给后场，但是发生了挂网失误。但对于基础小朋友，其实他们也不喜欢把球拍拿起来对，你球拍其实拿起来是有助于你的下一拍的反应。双方剩下4分的差距可惜想要拨一个斜线的短球想要吊他。没错，目前15-10。其实常常都会跟学员鼓励说，其实怎么得分的你要清楚，这个就是策略，往得分的策略去走。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得分的，其实你也不会继续得分的，就误打误撞。
啊，只是一个巧合。对，所以你要去很快的利用一开局可能前面3分5分去了解整个态势，那该怎么打，那对手的状况怎么样，我今天的状况怎么样，要很快速的像一部这个电脑分析出来优胜劣败，大数据。对，但这是考验球员啊，平常的这个对上练习的模拟赛啊，或者是经过长时间比赛的累积这个经验呢，加上教练的指导，还有给予的提醒，其实尤其这种年纪的小朋友吸收能力是很快的，所以你慢慢的就像一部电脑，一直输资料给他，大数据一直给他，他们可以在自己脑袋当中去建构属于自己的一个战术。是啊，所以才说过程好，结果一定好。嗯哼，对啊，你过程不好，结果好是运气好，你下一场不晓得怎么，你就不晓得怎么赢的，可能赢得比较这个莫名其妙嘛。对。那相对的，你不晓得怎么输的，你下场也很难赢的。啊 ，OK， 你不晓得你等于要修正了。对，你不晓得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知己知彼嘛。对，没错。好，现在瑞恩12-19。啊，这个前场的小球。好，最终是由现在20-12来到了赛末点了。丹佐的发球，还是他比较略胜一筹他就守他前面而已。是，哇，这球出网了，犯规。好。最终还是由何丹佐21-13来击败了队友冯瑞恩。两位小朋友都是来自新北市的金龙国小。那恭喜丹佐在32强击败了队友瑞恩，挺进到下一轮。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竞赛组报告：第一组男生单打，阮氏敦生国小吴玉凯，频道附小张刘成章，请携带你的球具至竞赛组。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由屏东县的离港国小对上高雄市的民权国小。那两位小球员呢，分别是林恩谦跟刘建军这是3年级的男子单打32强。那比赛马上就要展开。那画面上看到身穿蓝色球衣的就是民权国小的刘建军，那花色球衣的就是屏东县离港国小的林恩谦。就这样的比赛不错就是还没有到达年度的盛世国小杯以前，就可以跟各个县市都先交手一下，有点前哨战的感觉。对，之前台北会有私人那个办的摩亚杯也是这样子。是，对，就是如果你南部办的地方县比赛，你要邀请到中北部，有的时候有点难，不容易。对。好球！哇，这一次的击球的位置光听这个声音非常的扎实。其实个子较小，他旋转半径快。对，其实大多数选手都会认为说他反拍不好，但是正常小朋友其实旋转半径快的话，他反拍其实比较好。
对，没有训练过他是不好。有训练过之后，他的旋转半径反而他被动反主动会比较快。是，其实反而是正拍，他没办法，他的半径不够。你看小朋友大多数都会推反拍。刚刚建军这一球啊，弹了网带过，拿了分数2比3。不过从刚刚几个来回。哇，建军他的反拍不差哦。对。以他这个3年级的年纪，哇，这个反拍能够打这么深哦。所以其实他的发力好。对，你有时候看了一下小朋友大概打了几球，包括他击球的这个甜蜜点的掌握，那包括他正反拍的运用，大家可以明了说，哎，这个小朋友的程度大概到什么位置？是。好，所以现在建军呢，反倒是从原本的1比3呢，连拿3分之后呢，形成4比3了。哦，你看到建军确实他的打球的这种爆发力哦，每一球很扎实。其实脚步好，其实脚7手3嘛，脚跑得到，球一定打得到啊。对。哇，那现在恩先啊，突然又发生了失误啊，遇到了一个小乱流啊，赶快稳定下来。哇，好球，不错，球，好，来个滑拍，其实学羽球不简单啊，他要2度空间、3度空间跳起来打球，他跳起来还要出拍用力瞄准，对，而且还有这个手腕、手指的变化，不容易。所以你光讲了这么多因素之后的排列组合，就有出现了千变万化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只有用力就好？好，目前来到8比4。这球又弹过去了，哎呦，lucky 球。对，哇，今天建军在前半段呢，已经有2个这种弹网球进了。是。好，目前比数来到5比9。好，做了一个假动作，漂亮。哇，现在小3的年纪就已经会盾拍了。球的变化多，对，但是在程度实力相当的时候，还是稳定性是最大关键。老师讲了个重点了，稳定性。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尤其学生球员啊，常常稳定好的选手就能够脱颖而出。因为稳定性不好，你可能一口气拿3分，但是你可能会一口气掉8分。是，对，你的稳定性会决定在这个阶段能够走得多远。是啊，不管各项运动都是如此。是，因为1球要几拍，1球5拍，你21球不得了啊。对啊，你要1球5拍，其实成人也不一定每球1球5拍，是5拍就代表你有水准在了，你有基础在了。对。好，目前依旧是由民权国小的刘建军11比5领先立港国小的林恩先。国小魏礼，资讯南市文化国小卢家伟，只是第10场不出赛。可以明显发现你看球不够远的时候，他就会采取主动攻击。对。打得比较有侵略性对。包括今天的击球，是非常扎实的。羽球是出速度的嘛，你球不够远的时候，其实到最后会放慢，你的反应其实就会在瞬间，你就会起跳了。所以灵敏、敏捷重要，你的爆发性，这跟跑车一样。OK。因为它是顺发嘛，是。哇，结果在换场之后呢，建军连续的得分已经稍微将比数给拉开来了。他又掌握到整场的节奏了。对，而且看对方站的位置，发球上也做出调整，所以就是小选手他不到10岁，他能够观察到场上的状况，然后做出认为对他最有利的一种战术的运用。他上半场的时候，他节奏有被对手抓到。是。他下半场的时候，他出拍的节奏他有点慢，他破坏你的节奏了。就不要让你在第一时间去抓到他的出拍了。只要他主动有打到球的话，对。因为毕竟2个都还是个子比较娇小。
要很大的制控权还是有难度。嗯哼，有机会哦。哦，这球守下来了，建军。哇，刚刚这个近身啊，守得非常的精彩啊。对。我现在看这个反拍，当然回得不够深啊，对他来说。不过刚刚这个近身球的一个防守啊，非常够水准啊，所以拿下分数之后，建军也帮自己打气啊。他的基本功很好。高雄市实权洪娜施恩。哇，这个杀球从我们这个镜头看来，真的超灵。是。竞赛组第2次广播，新港国小林宽佑，请技术。因为刚讲到的指法，手指头的发力，所以你去转动拍面会影响到球的方向。对，球会左向，会左旋右旋的概念。桌球也是一样。对。只是桌球是圆的，它不是，羽球不是。啊。借由拍面跟羽毛球的接触。好，产生不同的摩擦力，对。但是当然选手不一定懂那么多，但是透过训练，机械式的训练，然后慢慢给他一些搭配型的战略使用，他自然会用得出来。是，好，我们看到最终啊，高雄市的民权国小刘建军啊，还是以大比分的优势啊，击败来自离港国小的林恩先啊，也闯进到了低级男子单打的16强，恭喜建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比赛的现场。好，欢迎再回到全国学童杯羽球巡回赛的总决赛现场。那紧接着为大家送上的是台南市昆山国小的吴玉凯对上国立屏大附小的张刘成章。这场同样也是32强的比赛。这是低年级啊，1级啊，低年级哦，所以是12年级。哇，这个年纪更小了。身穿绿色球衣的就是来自昆山国小的吴玉凯，那蓝色球衣的就是屏大附小。其实羽球也很特别，你像这种球类竞技，它没有分量级。对，但是你没有分量级，打出来的炮是不一样的。你看1、2年级力气还是有差，就算同年级身形不一样，打出来的炮也不一样。是其实都是1、2年级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两位小选手体型还是有点差距。也许一个1年级，一个2年级，不知道。但是只是说从这个画面上看来，确实在身形上面有一点点差距。竞赛组报告9点06分赛程，亚国高市庄敬国小翁浩仁，高雄市前镇区民权国小陈佑谦，请自第5场。这一球最后还是找到高点下压的机会啊。不过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多拍来回，两位小球员其实跑动的速度还有这个敏捷性都表现得相当不错。对。昆山那攻击比较积极啊，一直往他身上追打。那现在玉凯暂时3比1领先了陈章。哇，这个短球啊，陈章还是慢了半步啊。就直线交叉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策略。
就算同年级啊，不同的身形，其实打出来的球其实都有时候是一个很不对等的一个活动。像欧美跟我们亚洲来讲的话，如果说场地都不变，两个200公分的站在球场上，对，那打双打出来的炮的球是压力都很大。没错，光接发球你压力就很大。这好像巨人站在你的对面。所以其实过去的这个国际羽坛很流行组这种高的双塔型的男子双打。但是我们也知道羽球虽然就说身材好像高大有优势，但是不尽然。对。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就不断的一直提到印尼，像印尼的球员或者日本的这个男子选手，他们都不是特别高大。但是成绩也很好，是优势不是绝对的，没错。但是它毕竟是优势，对，就是说，我们身形娇小的选手，他要有过人的特色，对他一点辛苦，但是不能说这样子就阻碍他就没有机会去发展他的长才或得好成绩，倒不会，是对，但是他一定要有不同的，像小戴他身形也是不高。没错，他手法就特别优秀。是，对。那我们提到2个比较代表性的球员，比如说安塞龙，194，但是安塞龙是天选之人，这么高啊，那敏捷性、灵活度、协调性都是最顶尖。那像以前大家熟知的球王桃田，桃田贤斗，他的身材就是175，所以一个194跟一个175，其实他们的身材差距20公分，但是都能够成为世界冠军，都能够成为世界第一。所以我想。身形是如同老师讲的，有部分是优势，但它不是绝对。对，就是在基础阶段，它的优势的比重会加重。因为学生的这么小的阶段，他反击能力没那么好，他的技术没那么纯熟，所以你的身形一开始起跑点。没错，但是这个优势会越来越少，因为一直到成长之后，那力量、肌肉长出来，可能大家的差距不会因为身形有这么大的落差。没错，没错。所以这也是在血统阶段的一个现象没错，对，确实啊。好，那刚刚我们看到。张晨的过往之后呢，让玉凯拿下了第11分啊！双方要换边。从刚刚换边的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得出来，2位小选手是有一点身高的差距啊。当然对于陈章来讲，可能第一个他年纪可能还是比较小一点所以他的这个个头也稍微比较娇小，但对他来讲。能够来到最后总决赛的舞台，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成绩，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历练了。有时候身为一个教练，其实带选手出来比赛，除了想要争取好成绩以外，其实就跟评鉴一样，想要看看学生你学的怎么样有没有把你所学的，对，就是说你平常练习到底竞争力多少？其实我们跟那种赛跑不一样，赛跑。要游泳，其实你在比赛的时候，你肾上腺素有可能比你的平常时还要好。可是羽球没办法，羽球它你紧张的时候，其实你的很多手会硬脚会麻等等之类的，会影响你平常时的表现。对，那其实球场上表现才是比较参考你的程度的一个标准值啊。对，所以常常带学生出来比赛，其实是要磨练他的经验值，跟打电动一样对，你要这个一直经验值才能升等啊。要带去打怪。对，才能够增加经验值，然后慢慢的更加纯熟。是，因为学生也要接受临场感。因为像其实，在这么大的范围里面，其实选手要很精准听到教练讲什么，有时候很难度。或者听得到进不去啊。对，他会慌啊。对。那现在玉凯的比分来到14比7啊，领先了陈章。好，接球偏了，出了界外，比分形成了8比14。其实下手球了，其实就是最好是要挑出后面。其实你下手球，对手真你下手球了。对。
哦，你说下手球要再做一个斜线的短球，但以现阶段的小朋友的技术来讲，确实这个难度很高啊。是啊，除非你是救球，你又是下手，你做一个手腕的转变，让球去打到对角哦，这是一个技巧，那可以。对，因为被动可以反主动嘛。比球有时候最有趣的地方就是看似死球，它救起来又变活球啊，产生得分。对，不过这个要建立在基础之上，基础功要好。你看球都不够远，其实就很难打。对，因为你球不够远的时候，对方就有很多的选择。对，要长要短，要左要右，他就先看你的位置。是啊，你压迫不到后场，其实你也很难往前啊。嗯哼，对。那对手知道你打不到后场的时候，对手就越站越前面了，就等着你切嘛，就这样。好，当然以现在的年纪啊，这个低年级的小朋友确实，比较辛苦。你说要每一球回到过半场，这个难度真的很高。对，所以才说身形有时候优势在这个阶段它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对。好，那现在玉凯已经来到了赛末点了，对上陈章，但是陈章自己打挂网最后还是有来自昆山国小的吴玉凯21-8，比较大的优势击败来自国立屏大附小的张刘陈章，非常恭喜玉凯，同时也闯进到了1级男子单打的16强。那我们这边也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要继续进行同样也是低年级的男单32强。欢迎再回到全国学童杯的现场。那这场比赛呢，是由国立屏大附小的洪和月来面对台南市安顺国小的潘继伦。那身穿白色球衣的就是安顺国小的潘继伦，那洪和月呢是身穿蓝色球衣。这场比赛将是由安顺国小的潘继伦率先来发球，一开始发短的，很快的做一个斜线的下压，拿下了第1分。面对是一个左手的小朋友，发球直接得到了分数。其实早期选手会对于左手的选手比较不习惯，因为他角度对我们视觉上来讲比较大。对，而且左手的其实他先天就左右脑不一样开发嘛，是，所以他的想法、他的协调，对，也会不一样。对。今天我们看到继伦不断的在发球上面使用短球的一个战术。这一球是后场的出界，2-3。哇，这一颗，落点非常的到位啊！看起来继伦他的脚步比较好一点。你看跳起来交换步，就可以看出他的协调好不好。
建新国小田伯祥，请至第8场。所以羽球很重协调了，在这种基础的小朋友，所以他是脚7手3，因为他需要长时间的培养，所以他的协调是一个很重要。对。哇，可惜这个呢，这一球完全打偏，那双方形成了4比4哦。好，洪和月，好，分数追上来。哇，在这一个来回呢，还是由潘继伦来采取主动，不断的压迫。钟冠冕，请西南人的球具直接赛组。没有问题。对。完全找到了空档啊！都在他的掌握当中啊，这一球。球压得比较深了，他就有机会往前压球。6比4。还是发短球啊！同样，就同郑南教练提到了，只要球一压深，对于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来讲啊，都是一个难度。是。其实无论个子较小或比较高大，其实攻击是最主要的得分还的项目。对。这一球是落在了界外，好，所以比分形成了8比5。这一次还是想要采取进攻啊，打偏了。哇，这一颗是弹网进了，幸运球。我们再看一次，打到了球带边呢，硬是滚过去。那季伦呢是连续的得分，现在形成了10比6。就看谁把对手压到后场，就比较有得分机会。但是这个回发球直接偏掉，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安顺国小的潘季伦在发球的策略部分呢，不断的利用这个发短球。但对于洪和月来讲，在今天的接对方的短球也出现比较多的失误确实要赶快调整。看起来和月他的力道也不差，但是两个的力道不差的情况下，其实脚步的顺不顺，会影响到你出拍跟落点的判断。对，整个协调的脚步其实还是季伦比较好。好，换场过后，季伦来到画面的上方目前11比6，还是发短的。好，这次的压迫让和月换场之后拿下第1分，7比11。压深了。这个进攻球，季伦放枪了，这很可惜，落地得分就是这样。而且才1局但是和月也没有把握住，刚刚这个小球力道也不够。其实这个阶段小朋友都很喜欢在下手拍的时候要做很大的变化。其实羽球刚刚讲重空间时间嘛，你的出拍应该是最你以往子一样的水平去出拍，你才有多不同时间点去打球。对，如果都是一下手拍很难，就是太被动。对，太被动了就很难。这个接发球又没打好。和月对刚刚那个表现不是很满意是4比9。哇，不错！你看，这一颗就完全在他的掌握当中。对，那跑上来了，你没有一直压他后场，他就跑上来了。好球！其实，在这个阶段，4个角能够打得顺，
能够拉得开，其实得分就容易了。你这样才有办法有机会去做进攻的动作。哇，和月这几分呢、不断的把纪伦呢锁在后场。对，哦，3号位、4号位轮流伺候。哦，但是这个发球比较可惜啊，已经追到2分差、啊，发球的失误，现在形成15比12，有点急啊。男士安顺陈伟霆，请至第4场地预备。啊，这边纪伦的自己失误，对下压球杀在了网带上。其实有时候长球也是一个很好的攻击武器啊，也毕竟是压迫嘛。对。但是选手其实都因为这么大空间，其实杀球不一定就能够轻易的得分了。杀球只是让对手去做防守的动作，压成的。嗯哼。哇，两边你来我往啊，2分差距，16比14。都想要靠一拍得分啊，看起来有点难度。哦，还是要多一点点布局，对球路的配置。对，有时候看他多一点，多1、2颗的压迫，再有机会再杀他。哎，17比14。有了。啊，这球有压进去吗？啊，结果出了界外啊！哇，今天我们看到纪伦的几次进攻啊，都比较可惜啊。他只想压他反拍，嗯，其实他整个人都跑到反拍了啊。对，那反而你打正拍是一个大空档。对。9点30分赛程，西组男生单打。哦，这个发球界内。哦，所以和月的一个误判。从原本的2分落后，现在又稍微被拉开了。判断很好。刘威霆，请至第9场地预备。哎，这个接发球要发生失误，哇，比数又紧张了，17比19。他从换场之后就急了，其实他分数原本都领先的，他急了。啊，漂亮！这边和月已经先倒地了，所以纪伦只要回到了对场了就会拿分哦，20比17。那现在出现了赛末点。刚刚压他正拍得分的，其实就是哇，又来了。哦，哇，从接发球端啊就采取主动。我们再看一遍。没有发得好就被压你了，哎，对，发球没有发得好压你了。其实这样球发得够远够深，其实他也不容易要压，不容易。反正和月的球比较深。好，再给深，再拿下分数，19比20。哇，这是没有 deuce 的哦。所以对于纪伦来讲啊，还有赛末点的机会。是。对，哦，有多拍哦。哇，可惜追到1分差的时候，这个往前的挑球，最后形成了挂网。那也恭喜纪伦啊，哇，惊涛骇浪之中啊，还是以21比19啊险胜了和月。也恭喜纪伦闯进到了下一轮。看完这场紧张的比赛之后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学童杯。计赛组报告：9点30分赛程，西组男生单打，亚博1冠师服国小周杰伦，
台中市南屯国小洪俊佳，请进入场地预备。竞赛组报告：西级女生单档，新向国小林于晨，高雄市前镇区民权国小王景轩，请携带您的手具至竞赛组报告。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呢，是由来自台南市昆山国小的黄义阳对上高雄市龙华国小的钟冠敏。那当然，冠敏在第一场比赛呢是击败了子晨来到了32强。这是4年级的男单。不过我们看到冠敏的第一球挥得太深了，出界。黑色球衣的就是冠敏。蓝色球衣的是义阳，1比1。好。9点30分赛程，掌握第一颗。高市实选廖日熙，高雄市前镇区民权国小。真的是刚刚从低年级现在到中年级这边程度，就有一个不同的展现提升出来，可以看得鉴别度很清楚。因为至少差了2岁，那整个击球的力道或者是在场上覆盖的范围都不一样。不过冠敏在比赛的一开始连续底线出界他可能自己要再调整一下。因为到了中年级。那力气变大，打过去的压力变大，你的脚步要跟得更快。那冠敏现在是连续的得分，反倒是4比3领先。哇，这个移动当中绕头不好处理。逼到了基本上就不用硬要攻击啦，有时候回过去，对，就先过渡一颗。对。再看一下这个突然的放短，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压在3号位比较深的位置回球之后还是比较被动。不错，对，两个人攻击都很强利用对手的发球不够深远的情况之下，直接做进攻。这一球弹了进去这个球跟上次讲的一样，就是在下手的时候如果手很好的，其实就是被动反主动，你还是有机会得分。对。不过2位小球员的分数非常的接近目前是6比7。这一颗从后场被挤压到了。哇，可惜了。看到右半边的空档想要做调动，不过冠敏打太急了。7比8。这一颗球又拿下了分数，义阳将比分给追平。这个协调的动作就漂亮了，会让你拍子能够藏得起来。
哎呀，所以哪一边的失误减少哦，在这场比赛成为关键了。是。易阳回过去的球都比较集中，没有打到边，打不到点，有了。其实有机会上网，你推的球就是要推边边，再做第二次的压迫。有时候杀球并不会得分呐、对，杀球得分，就算双打杀球不一定也会得分呐、对，一定要多拍才能产生出那个半场的球。都被动，这样的球都比较被动打。是哦，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呢，暂时由龙华国小的冠敏11比9，2分领先的义阳啊，双方要换边啊。不过小选手的比分是相当接近啊。对，其实当这个小选手其实个性上沉着的小朋友也比较得力。对。太暴躁，沉不住气，也没办法，容易失去好机会。但看起来易阳的身形不错。这次的下压球，易阳要到了分数。他整个协调真的感觉不错，就要看他怎么减少失误啊。目前12比10。双方互说小球，但是这球给高之后呢，反倒给了义阳机会啊，直接压到后场。好，手网真的还是比较细腻，对角。把对方控制在前场，找到了机会。那现在义阳将比分给追平，12比12。感觉他换场之后，他的速度加快。这球还是在界内。冠敏这一个接发球够水准。跑动上易阳还是比较流畅，在这么近的距离，直接的高压扣杀得分。那现在冠敏的回发球又失误，易阳领先了。在前半段啊，大部分都处于落后的义阳，现在是1分反超。比较急得得，哇，漂亮！这个反手，对，高水准的演出啊，是，哇，值得再给他一个慢动作。被压迫到了啊，还能够打对角，对，哇，台湾的这个基层羽球的实力，不错，可惜了，冠敏的准备动作比较慢人家球拍拿起来，至少是时间。反应的时间比较充足。那这一球又是弹在了网袋边呢，拿下了幸运分14比16。这次冠敏就没过了，这个反手没处理好，17比14。感觉换场之后，易阳他的攻击变强了，变多了。对。马上就采取一个近身的下压。竞赛组报告，7组男生单打，新民国小无变化，请携带不具竞技还是压4号位啊，后场的反手。就是说，刚才讲过，不晓得怎么得分，你的那个胜利方程式要拿出来，对，还是进攻反手啊，义阳找到对方的罩门之后呢，持续的做压迫，20比14来到了赛末点。第4场地
没有问题，同样也是打到了4号位，造成了冠冕的失误啊，最终益阳后来居上在这场比赛21比14击败了龙华国小的冠冕，也恭喜益阳挺进到了下一轮今天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学童队。
好，欢迎再回到全国学童杯羽球巡回赛，在今明2天呢，我们在高雄的亚博会馆进行总决赛的部分。当然，这2天的赛事啊，超过360场，那也有将近260位的小朋友要一起来参与这2天的赛事。当然，经过前面7站的一个选拔，那最后能够来到总决赛的选手啊，是相当不容易了。这场比赛呢，将是由民权国小的吴成宇对上亚博狮湖银冠国小的范正业。好，这个回发球轻了。可惜了。这一次这个挑球出了界外，比数2比2。正业是身穿了这个深红色的球衣，陈宇是身穿了绿色的球衣。对，明显看出这2个小朋友的程度差不多啊。不过落地得分就是要很稳定的。对于配球部分，选手要有想法。对。又是想要下手出力所以形成了失误。目前形成4比3了，范正业领先，但是很快的被追平。昨天有变拍让他措手不及。民权小朋友他比较积极，他出手比较急。反观狮湖小朋友比较不会，出手比较稳一点。他球要够远，不然也很难得分。看到明确。你看选手有没有跳起来打球，跟有没有跳起来差很多。对，你跳起来，对手才会蹲低啊，造成的压力才会大。你看狮湖都站着打，站着打，你的惯用力也出不去。是，对，这跟投球站着打，跟旋转身体一样意思。好，我们看一下，刚刚这球劈腿要救啊。还是差了一些。这一球，最后是在界内所以比数6比6。其实狮湖小朋友他打法也蛮明确的，就是只要压你后场，然后吊你往前。漂亮，他是有想法的。这球弹进去了，落在了界内狮湖国小的范正业现在反倒又是1分超前。我觉得他的策略，他是有策略的打法，他就是摆明他就是压你后场。好，这一次直接回到了后场的反拍位置，拿下了分数7比7。场上2个椅子都是给教练坐，但是一般教练都坐不住。教练想要更接近选手。对，这其实也是让选手去让他学习的地方
竞赛组报告，第一级男生单打，所以刚刚讲到了教小朋友，你要空间换取时间呢，你就是要跳起来打，是，你不跳起来打，你的出拍就慢。对，所以刚刚这一球就是明显有稍微起跳之后来处理。一组男生单打吕志英东华附小江威宇，高雄市前镇区民权国小谢凡义，请至第6场地。漂亮，真的漂亮。所以还是打得非常主动。一左一右对他有想法。对。他的灵敏那个积极没有像民权那么好，但是他的想法有，所以他出拍不急，他要找洞打，这也很重要。哇！被他抓到了。对，民权国小的吴成宇，逮到机会化被动为主动。对，球没有压到后场。第2次广播，7级男生单打，新民国小吴定化。有了，聪明，只要不在第一时间打你，第二时间再打你，对。现在比分已经追平10比10。所以为什么羽球要这么小去接触？是因为那个小肌肉的开发很重要。你看，如果像社会组，他一般社会人士，他想要用手腕手指头去拨动有难度，因为他大肌肉取代小肌肉了，你手都硬掉的，跟弹钢琴一样了。OK， 你如果从小没有适应这样的状态，等于说你让他肌肉记忆。对，你像一般社会人士从零开始要学钢琴，他的手一定是僵硬的，他很难流畅。9点54分赛程，男士语文。画面上看到的是范正业，暂时11比10，1分领先了吴成宇。这么小，你的小肌肉开发了，你往后其实你就会去运用了，就不会被取代性。前镇区民权国小刘建居，请西岸的球速积极赛组。这球你有跳起来打，你跳起来对对手来讲，他是压力，他就重心压低。对，你再下压就中了。对。反拍再压，再救回来，再掉短球，漂亮。这种。长短的运用非常的合理。长短跟直线跟对角的运用对，变拍，对，所以他手法好，瞬间变拍。稍微来到了3分的优势是3比10。那这个接发球又直接发生了失误吴成宇想要假动作来骗取他，但是没有过，急了。其实打法原来的策略不用变，继续压迫。好，师傅国小的吴宇成这个反手形成了过网，其实范正业的挂网，所以形成11比14。他要注意他前面的。换他，压他。再压，这边马上还以颜色吴成宇。那这一刻完全是由陈宇在主导是，你看那积极性够，叫不慌不乱。对角，回来。在底线，最后裁判老师认定在界内所以形成13比14。那陈宇呢，目前是一口气连拿3分。因为其实你会打前面呢，其实是要把他的人调来前面，你还是要重点是打后面给他，把他调来前面嘛。概念是，因为你同一个地方得那么多次，对手也会去注意。是，对，其实你是想要让他调动，让他移动，空间才跑出来。对。换他，哇，这个斜线的短球，放得恰到好处对。
你越守后面，你看我刚才讲的，前面打不到，你后面都还可以追，还可以被动过渡，前面打不到，打不到，速度快。有了，有了。轻轻松松的下压得分。接下来这几球都很关键的。9点54分赛程，五甲国小林凯哲、文华国小这两个都打得不错。第5场地。9点54分赛程，振兴国小陈玉凯、高雄石泉、不过我们看到陈宇啊，还是没有放弃啊，一分一分追，15比17。在压后场，有够远，衔接短球。高市庄敬国小翁浩仁、郑浩宇，请漂亮，漂亮了。左右前后的调动啊，对，要积极性够，变化就大。心态很好啊，对啊。陈宇追到剩下1分差了，16比17。那陈宇都注意他前面了，你看注意他前面了。哇，所以又造成了范正业的出界球追平了。哇，在后半场啊，原本4分的优势啊，范正业现在是花光了。哇，这个鱼跃的救球能够还原吗？拍子都往前甩了，可以看到陈宇多么想要打每一颗球啊！哇，这个鱼跃的救球其实已经够水准了。是鱼跃。哇，希望小选手啊没有受伤啊。是。哇，在强攻很谨慎，21分而已，又不加分，真的。现在胜负未定啊，真的不知道。哦，刚刚被范正业轻轻的一个防守下来，19比17。漂亮！哇，这个直线的空档又掌握住了范正业，他改变方向。连拿3分。这个球也不够深啊，当他马上旋转半径就可以出拍。哎呦！哇！结果 lucky 的一球，对，拿下了关键的分数啊，同时以21比17击败了对手。很可惜，所以哇，这一场比赛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最终还是由正业顺利的过关。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3年级这是16强战啊。那由屏东县中正国小的陈嘉胜对上高雄市民权国小的刘建军。那建军在稍早
我们也看到他的比赛，他最终是击败了林恩先啊，来到了16强。那这场比赛呢是16强要进8。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建军啊，建军在前场比赛啊展现他非常不错的实力啊，大比分的优势啊，击败了对手。好，比赛正式开始。哇，好轻巧的真的，出拍利落。他整个击球的扎实度是这种快慢强弱的一个分配。判断也很准这是嘉盛自己的下压挂网。计算组第2次广播，郑浩宇，请技术是第10场地出赛。好，双方互说小球，但是不错。建军这一球没过，1比2，嘉盛得分。连续进攻同样的位置重复路线，不畏惧人啊，对，出手很利落。今天我们看到建军这个斜线的短球在比赛的一开始这个手感相当好，相当好。你可以看出不同县市的选手他们的外观其实就是生长环境不一样然后头给土鸡，这是最好的，不要当饲料鸡对，它肌肉身形就很扎实，对，这样子炮打出来也很强，跟早期棒球都会去找原住民帮忙一样，他们的炮就好。他们协调也好，对那原住民不管是在体育，或是歌唱的部分都有他们先天的优势。对。潘继伦，请新带球具至竞赛。漂亮！你看，他等到你冲出去，他才出拍。对，所以被漂亮压到非常后场的位置。这个就是时间点的出拍，他不急。对。动作要扎实才有那现在建军连续的掉分了，嘉盛把比分给追进了5比6。急着出拍，急着得分又是接发球直接偏掉。对，所以小学生就是这样，打得好的时候觉得有够神。那开始出现宕机的时候，教练又急得要命就说怎么突然好像不太会打球了。又恢复水准了，建军。班学生沉不住气了，想要多拍，不会去想多拍的事情，就想要一拍毙命。国小林宇安，高雄市仁爱国小谢凯恩，请至第8场地1位出赛。哇，这个反手精彩啊！左右开弓。对。嘉盛也不错。近战组广播，男生男士1表后场生气了。他想说已经死了，想说已经死球了。这种球再轻轻放短没关系，球没有得分再重来就好，不急。结果这一阵子反倒是建军连续的猛攻，现在形成了10比6，4分领先。这个血统嘛，就培养心性的成长当然，教练跟家长也认为胜负很重要，但是胜负之外对于学生来讲，还是有很多学习的部分。是啊。其实能够一路杀进到今天，或者是明天总决赛的部分，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了。难得，真的。都已经是在去年1整年7战的比赛，其实表现相当出色的球员才有机会来到最后这2天的舞台。是，这种巡回赛不简单的。
可惜了，对，这球还是没过。连拿3分了，嘉盛。西湖国小杨佑成起至第6种地出赛。重心，对。对，那这一球啊没有挑过去之后呢，也让建军拿下第11分呐。哦，2位球员要换边。看起来建军他攻击性还是比较强的。对。你看个子小小的，人家攻击性不弱。是。侵略性强。击球的扎实度。对，侵略性强。那嘉盛就也要稳定一点，找出自己能够攻击的方式。一直都被动也不行。没错。好，那换边之后2分的差距，11比9。建军持续来发球。哎呦，做得不错，哎，打得更好，这是一场5-5波的对决啊！你看杀球他不会得分啊，是杀球下一颗那一颗才是要得分的。对，你的杀球等于是先破坏对方的防守。对，那你下一颗才是你真正要得分的布局。是。哇，接发就急了，这个就是稳定。因为21分真的很快。哇，节奏太快，之后打一局没有 deuce。哇，只要有一点点中断的宕机，可能就会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因为就一局定生死啊。压得够深。哦，这球在界内，压得够深。所以嘉盛12比13。嘉盛有加速他的攻击，因为他爆发力好。哦，这球压进了。哦，这一球反拍啊，打得太短了，非常勉强了。漂亮！哇，好球，杀的角度对，非常的开，所以压迫是最重要的。漂亮，突然给斜线，哦，但是力道大。10点06分赛程，西组男生单打，男士要看谁配球配得漂亮。男士安顺陈伟林，请自第结果说建军的短球没进呢。是啊，这跟撞球一样嘛，谁的变化大，谁的节奏快，就比较有得分的机会。哇，他想要挑，想要继续压迫。不过现在就是在射程范围内啊，1分2分，1分2分。哦，非常非常紧张啊！沉住气。哎呦！利用拍子滑拍了一下，这球进也不错。哎呀，让他反应错动了一下。10点06分赛程，西组男生单打，平县中校黄信成，台南市南屯国小洪俊佳。可惜了。这个重复路线呢？五甲国小高成硕，高雄市球就是这样的，你第一时间你反应来不及的时候，第二时间就被动了。好球，这一年好球。现在一口气连拿3分了。你不跳起来打，你很难自控球。偏后场反拍位置，球不够深啊，不够深。打中间，再压，17比18，剩下1分的差距了。压他中间的，没有过人。
这个斜线的短球又压在了界内，这时候18比18了，比最后3分呢。对，嘉盛跟建军，嘉盛发球，哇，这个扑球要救短球，反而形成了挂网，19比18，嘉盛在这场比赛取得超前了。球有压迫，没有跟上，球也不够深。他过了，哇，可惜这个短球的对角，可惜啊！哇，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啊，气得跳脚啊，嘉盛啊，哦，感觉他已经掌握了，是，只是力道没控制好。对，想要再制造自己攻击的机会啦。好，持续压迫他边线，对啊，持续压迫他。20-19，嘉盛来到了赛末点。漂亮，还有还原，再压，再打斜线，嘉盛这个球路的配置相当合理啊。对，所以最终啊，以21比19击败了强敌刘建军，也恭喜嘉盛呢再闯一轮。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全场。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紧接着为大家送上的是低年级的男子单打，台南市艺文国小的陈艾可对上台南市安顺国小的潘继伦。来自艺文国小的陈艾可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那白色球衣就是刚刚我们有看到的潘继伦。好，继伦经过前一场的比赛之后呢，很快的进入了状况，2比0。哇，这个接发球艾可没有掌握好。对，其实是继伦没发好，他想要做假动作，但是发太高了。事实上，这种低年级的部分不用太多的杀啦，你能够压到底线，他主动就会有那种往前球让你压迫了。很生气。对。这一路打上去的小朋友，虽然程度不错，但是一天要打好几场。因为这个赛程很满，非常的紧啊！我今天要消化300多场。对啊。光是一天要超过300场的一个比赛啊。对啊，一天打不过3场可以啦，3场可以。还可以啦，因为明天还有支决赛嘛。对。计赛者报告：廖日新、李浩轩。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要进入到期末考嘛，
是都由下周开始要开始陆续期末考，所以对一边还要比赛，那接着下礼拜又要准备期末考，所以这些学生小球员也蛮辛苦的。薛以诚，大成国小徐宇轩、曾佩琪。那艾可呢，现在将比分给追平哦。从一开赛比较不顺利的一个状态啊，现在双方平手了，而且这个发球是压在了界内啊。判断错误。振兴国小陈佑任、戴敏瑞，请至第10场地准备出赛。艾可啊，脱离了比赛一开始的乱流，现在6比4，领先了纪伦。重心他手后面，重心都在后面，那做个假动作，重心都不见了。那第一时间的启动也慢了。这纪伦很喜欢掌控，所以他喜欢发小球。对。让你来做一个挑球动作，他想要掌控球。哎呦，哎呦，这个斜线的短球啊，打得不错。非常有引诱性。是啊。漂亮了。还有。对角，对，你看这个调动，对，只要压到他两边的后场，你离胜利就不远了。7比7啊。欢迎颜色。对，先一个直线搭配了斜线，大家都在找攻击的机会。现在是广播，第一组女生双打，这一球在界内啊，所以我们看到连续2颗啊，纪伦从后场一路压到了前场。那个球其实这样子觉得危险了，就明显的落地了，就不要再扑了。对，因为只要任何一次的扑球，你身体跟地板接触都有受伤的风险。是啊，是啊。老师刚刚提到，已经明显落地了，就不要再做这个动作。对。又是要提醒小球员，真的已经落地了，那再去做这个动作，其实就算你救起来，你也救不掉下一颗球啊。对。对啊。因为有时候他扑都离球柱很近，对，就怕危险。就个性上急了，急出拍就不会好事啊。是要沉着。所以还是由纪伦拿下了第11分。对艾可来讲比较可惜啊，他一开始度过了开赛的低潮，那比数甚至反超。不过有几颗呢，确实心态上比较急。对。包括几次的扑救都是在球落地之后才做动作。是。所以现在教练当然也知道现在小球员的状况，赶快安抚。那当然可以看得出来，艾可对于胜负的这种执着，要运动员的精神。确实啊，但是要有运动员的态度，大成国小徐宇轩、曾佩琴，请进数字第8场地。这个发球因为他刚刚艾可站的比较中间线，他想要发一个对角给他。这一次的扑救成功了，救回去啊，造成了纪伦的回球挂网。对，你看艾可整个重心都到右边了，他左边几乎没办法，他才会这样子滚。纪伦只要轻轻拨过去就赢了啊，对啊，他的明显都跑出去了。
潮州羽球培训协会陈义彤、陈宇杰，中大实小。宗教大学长蔡宇轩、可惜这球没有掌握到，又被纪伦拿到了分数，目前形成13-10。哇，这个正拍居然挥空了！他想要勾对角，没有勾到，急了，越打越急。他只有剩杀球可以打而已，他没有其他球可以打。10点18分下球，第一组男生双打，高雄市前镇区啊，真的哇！这个心态一崩的时候，我感觉不是很难处理的球，我都会突然失准了。对，你拍子歪了，你也不知道了。可以看到表情就知道哇，有多么懊恼。对，哇，现在真的太急了，艾可。对，情绪一来，其实真的就很难了。对啊。不过这也是他必须走的过程。啊，你看，哇，现在连简单的球都挥不到。他又想要多变化他，他忽略了基本功啊，忽略基本球了，还是有机会啦。分数只要接近就是压力，变化就大。哇！现在纪伦也知道对方急了，他只要稳定，对，让他生气就好。真的，稳稳回到队场啊，这也是策略。哇！现在每一球艾可都感觉有一点，我们在国际赛也有看过那些欧美的选手也会这样啊，有点暴怒啊。你说早期的林丹也会这样，是，都要成长啊，都要成长。那对于艾可来讲，当然最近都是带着情绪在打球，反倒是纪伦，哇，好人啊，打出了界外，那再稳定就好了。好，这个接发球又造成失误哦，12-18。毕竟是低年级啊，没办法想那么多。球不过也就麻烦了。对啊。哦，所以现在艾可连拿3分哦。哇，刚刚场边也听到教练就在讲，就这样打就好啦，这样就对啦，不需要急，那心态不能崩。对。哦，这个拍子越丢越远啊。竞赛组第一次广播，潮州羽球培训协会陈义彤、陈宇杰，宗教大实小蔡宇轩、陈木乐，请技术是第4场地。对啊，所以抗压嘛，是这样啊。哇，刚刚好像有点回稳，但是突然又撞墙了。对，上半场其实还不错，还可以啊，下半场都崩溃了。哇，乱掉，另外一场的空档没有问题。哇，结果最后是由潘纪伦啊21-13击败了陈艾可，也恭喜纪伦呢再过一关呢。对艾可来讲，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关系，收拾好心情，下一次的比赛我们再来。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学童杯的现场。对。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当然，从今天我们的学童杯啊，早上8点30分到现在啊，将近10点半，我们看了非常多的比赛。在每一场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选手们、小选手们的一个不同的表现。那当然都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那也希望这些小选手啊，透过比赛的经验磨练啊，一场一场来做修正。是啊。比赛除了选手他在学习，教练也在学习啊。对，他总是要知道说，目前大家的程度在哪里。那小朋友在临场上，他到底学的技能有没有够纯熟？是，对，教练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价值。对，那除了我们从比赛的过程当中也看得到，除了技术之外，心态，哇，这是另外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是啊。不断的压后场的正守卫，造成回击的出界。目前比分形成3比0。整个控球啊，非常的稳健，就压着打，不然压在后面，压着打。程度有点小落差啦。对，游刃有余哦。小落差。因为他控球的位置。都非常不错，都在一个边边角角啊。他压迫到民权小朋友，感觉有难度。哇，掌控这个绕头够水准啊！是啊。哇，我们再看一次。对，他想说这样得分了。对，而且杀球的位置刚好在边线。对。所以整个控球的一个状态是相当好的。那2位小球员呢，我们看到分别来自石泉国小跟前镇的民权国小。那石泉是廖日新，民权国小是李浩轩。哇，当然一开赛我们看到民权这边的浩轩已经是连拿了9分了。中教大实小蔡宇轩、陈木乐，请立即至第4场地出赛。大成国小徐宇轩、曾贝晴，立即至第8场地出赛。看起来浩轩的基本功比较扎实。对，所以浩轩呢，确实从前面几球，教练已经看到两边的程度有一点点差距，所以浩轩呢还是稳定的领先呢。他整个一个控球、脚步移动，那击球的这种扎实度啊，包括刚刚我们也从这个精彩重播看到这种绕头做进攻，还能压在边线。对。他看了几场的民权的小朋友，其实他们程度都还蛮平均的。哇，这种轻轻一拨，又是落在了比较边线的位置。哇，可以看得出来啊，即使日新其实刚刚那个短球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没办法，浩轩今天的手感更好。因为32强基本上还是有一些程度落差的对象，再上去可能实力就比较接近。竞赛的广播10点30分赛程，新竹女生单打。当然，只要一落后，分数被拉开，对于小学生来讲，一定是心情会比较着急的。所以我们看到日新自己在接发球的部分也出现一点点失误加上回发球的位置都不够，让浩轩在处理上面就有更多的变化。对，球他根本都还没有来得及防守，球进来了。对，整个节奏都是在浩轩身上，他在掌控，对，他很辛苦，石泉小朋友很辛苦。不过这是种学习啊。对。浩轩完全没有手软该压就压，该进攻就进攻。21分落地得分，场上无亲情啊。真的。
对这个对手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对，所以我想，而且你发挥全部的球技，也是对于你的交手对象是尊重。尊重是。哎。请至第10场地出赛。好，没有问题。浩轩在这场比赛展现了高强的一个实力啊，最终是以大比分的优势啊击败了日兴，也恭喜浩轩呢晋级到下一轮。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今天从比赛一开始，我们都看男生的比赛，接下来换口味来看女单的部分呢。高雄市新乡国小的林依晨对上高雄市民权国小的王景轩。好，那在画面的下方啊，就是新乡国小；画面上方是民权国小。你看，我们刚刚看一下4年级的身材都没有那么，因为女生发育真的比较好。对。比较早哦，比较高大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其实男女生的力量球技没有太大落差。如果是同年级的话呢，还是说3年级的男生大概4年级女生？应该是说身形上有落差啦，但是你说球技上跟力道上还是男生优势，男生优势一点。OK。因为男生还没那么发育的，对。但是因为现在学习的早，他们的爆发力啊，这些男生都不弱。OK， 对。再加上现在的环境好，是有时候很难从外观判定他是几年级。真的。
比如说我们学校2年级的，就是都50几公斤，是哇，像小大人的，怎么看得出来？啊，这一次啊，正拍发生失误了，那比分形成了5比2啊，由景轩啊暂时领先的于晨。你看女生的多拍更少。哦，这是想要切一个斜线短球啊，形成挂网。离港国小郑宇珍，请至精赛组。想做个进攻。对啊，这个接发球进攻啊，反而造成失误。好球哦，这球应该是在界内哦，应该是好球。对。那现在比分5比5啊。啊，打在对方的手上了。那让景轩有很好的这个控球的机会。哎呦，哦，这球偏了一些。就是往他反拍打啊。对，还是压反拍。啊，这一个接发球，直接做斜线的短球，球够短，那个马步蹲不下去。这有时候也是常人的一个困扰。是，对。你像安在龙，这过高的人呢，下盘的球就很辛苦。对，然后蹲不下去，起身也慢呢。哦，那于晨呢，再把比分给追平啊，双方8比8。你看这下盘的球都比较辛苦，比较擅长上手球。哇，但是景轩的发球又送分了。分数也得很紧。哦。不过对于晨来讲比较可惜，他始终能够追上分数，但是超不过去。哦，这是一个弹网的幸运分，是，所以在上半段呢，暂时由景轩呢11比9，2分领先了于晨。这个可以很比较容易看出选手他的程度啊，他左右的调动啊，他下盘啊，他被动的球啊，脚怎么处理，比较能够判断他的程度如何。对，所以你看新上小朋友他其实上手球他都还处理得不错，只要让他移动，他的基本功就跑出来，就不足，但是也要看景轩他能不能打到他的弱点。对，不过还是回归到稳定性。前半段看来，虽然现在是2分差，不过以得分的手段部分呢，景轩的主动得分还是比较多。那于晨大部分的得分呢，都是景轩的失误所以这就是两边虽然这个分差很接近，但是得分的方式不太一样。不过刚刚这一球啊，反倒是于晨的主动得分了。是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他们虽然都会下压，但是手腕的力道不够所以下压威胁力不足。景轩比较不错，这个变线。所以景轩只要不发生主动失误其实他的整体的进攻是比较犀利，但是这个是一个进攻球、机会球，又是主动的失误。对啊，非压迫性的失误其实真的是要修正的毕竟得分的机会不多。对，如果能够修正这个缺点的话，也许领先的分数会更多。是啊。哇，这一球弹进去了。现在好几颗都这样打的
好，配球配不错，竞赛组报告：10点30分赛程，新上国小陈佑宇。感觉景轩的攻击性比较强。没错，所以他只要不失误其实对以整体的攻势来讲，是比于晨来的更猛烈了。对，他的攻击比较多。又是在界内所以已经稍微将比分拉开了，18比11。对，那时候攻击是最佳防守对啊，不能一直守。所以杀球是为了往前的，对，没错，杀球让你移动位置，得分是下一拍对，杀球是先破坏。对。哇，这个挑球挂网之后呢，已经来到赛末点了，景轩20比11领先了于晨。10点42分赛程。好，没有问题都在景轩的掌握当中在这场比赛21比11击败了于晨，也恭喜高雄市民全国小的王景轩挺进到了女单的下一轮。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学堂会。好，持续为大家送上的是女子单打的部分这是低年级的32强，那由来自屏东县里港国小的郑以真面对到的是台南市昆山国小的郑雅勋。那雅勋呢是身穿红色的球衣。低年级的女生更是如此，球要打到后场都是挑战的。对，大概只要打到后场对方就很难处理了。对，你能够打到后场，这场球赛你也掌握度很高了。竞赛组报告 ：A 级女单男士玉文杨雨莹，男士玉文陈仲威。请上选手携带的球具至竞赛组。杨雨莹、陈仲威，请至竞赛组。10点42分赛程。雨珍这球给的太深，出了底线界外。其实低年级就开始比赛了，那代表他的学龄前的接触就多了啦。对啊，那代表我们扎根扎得很早。对，现在其实小朋友好像校队真的想要参加羽球队的这种社团或校队，好像小一也有社团，对，就有社团了，有社团又有夏令营因为球馆多，
就会有各地的夏令营、冬令营。当然，我们也期待在今年的巴黎奥运再能够掀起另外一股台湾的这个羽球的热潮，因为还想起这个3年前在东京啊，台湾选手不管是这个林洋配或者是小戴的一个表现啊，确实让台湾的羽球风气又达到了一个高峰。是，不要只有晶片才重视我们，真的真的。但过去这2-3年来，真的羽球的一个发展是非常的蓬勃啊。那不管是基层的发展，或甚至在国际上的表现，包括今年的汤姆斯杯，中华的男团，对，也拿到了奖牌，这也是史无前例第一次。是，真的要政府跟地方大力的支持。对。好，目前比分6-6。这一次的加压，结果直接打在了网带上了。羽球老少咸宜啊，但是说真的要打得好也不容易啊。你看，你拿一颗篮球要投进篮就难了，对，你接触它都这么难掌控，何况你隔一支球拍这么长。因为我觉得羽球是一个门槛蛮高的，就是说会不会打是落差很大。就是说，当然羽球从小到大，每一位小朋友一定都上过学校的羽球课，但是会打跟不会打，其实拍子拿起来，光一个发球的姿势就知道会不会打。对，打得到跟打得好跟打得准，有程度不一样，这个落差很大。那有移动跟非移动，哇，那个都是，这跟以前古代骑马射箭一样，你站着射箭跟骑马射箭那个移动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且会打羽球是蛮享受的，不用一直捡球。不过其实羽球强度它可以调整的练卷大，比如说你70-80岁可以轻松的打。对，那只是动一动。对，你青少年可以积极的打，那是有流汗的。对啊，你国际型的可以很精实的打，对，都表演一样啊。是，它弹性很大，就是老少咸宜啊，或者说你要打娱乐的、打专业的，都可以选择羽球啊。是，像公园也可以打。对，它入门容易，但是那个门槛要跨过去，需要一级跟一级之间差很多。对，需要一点努力。是。光是你说，这个羽球要打很准，你听到那个声音很扎实、很过瘾，哇，那就要有一段时间的训练。是啊。王子维、林恒宇，请至竞赛组。当然，目前在半场过后呢，暂时有昆山国小的亚勋呢11-8领先的宇珍，那这就是亚勋，现在是3分领先的对手。竞赛组广播，男士玉为陈仲威，请至竞赛组。10点54分赛程。不过社区的活动就是这样，小朋友能够把时间专注在对自己有益的环境上，终究是好的。对，不管胜败，多元的兴趣。对啊，不管胜败啦，至少他把时间花在一个对他有益的。突然放短球，亚勋这一球打得很聪明啊！而且打球可以改善你的近视，改善你的闪光，眼球一直在做运动啊。对，也可以提升你的专注力。就把它当课程来上，其实是不错的。我们先不用把它当竞技来论。哇，不错，左右打，对，打出洞来了。可惜还是偏了一些。就掌握得分的机会。好。这个阶段很难理解，或者说很难找出他自己想要打什么球，但是掌握自己手上的球，就有得分的机会。把每一颗打确实。是啊。因为才低年级，小1、小2，那他可能球龄就大概1-2年。是啊。顶多就是2年左右。而且
在这边的空间那么大，跟他平常时有没有一样，也会影响他球掉下来的时间会有差。而且一听到这是比赛2个字，又会紧张啊。对，不错，这个球不错。啊，可惜了，应该这出界没有做下压了，哎，可惜了。好是10球，黄进佑，请计数字第5场地出赛。其实在这个阶段，第一拍很重要了，就他发过来的球，你第一拍够深。因为落地得分，接球是主动，发球是被动。高雄市陆竹国小林瑞彤，这个跟桌球就不太一样了。桌球发球是主动，网球是破发球举嘛，对不对？但是羽球也是这样啊，我发球是要得分的啊，但是我能不能破你的发球举？对。所以相对羽球会比较激烈。也锁住观众的眼光嘛。对，不管是整个比赛节奏，或者是这个球速，真的变快，很快。那桌球不一样，所以那时候讨论说球变大。对，因为是享受在这过程当中嘛。那羽球不是享受那个长远，而是杀那种快速的反应，快速的拼搏，享受度不一样。好，那这球还是落在界内。那对于昆山国小的小朋友来讲呢，已经来到了赛末点了。亚军，不错，得分。好，宇臻现在13比20。这年纪，球拍拿得好就不错，要打比赛，打仗很好。还是稍微短哦，14比20。这个落地得分就是有这种风险的，你没有获胜以前都是机会。新北市金龙国小何丹左，请至第7场地预备。亚博一冠西湖国小范正业，现在追到16比20。徐成佑，这个还拿不下来，这个再得2分就可能不太一样了。还有1分，对，再得1分，压力会不一样了，因为没有丢失了嘛。压力会完全不一样。你看刚刚落后那么多分。哇，18比20，亚勋这最后1分拿不下来哇，那对宇臻来讲，其实连拿了5分了。对。哇，你看，19比20。对，然后这个就是这样，没有获胜以前都变化大，对角。哇！结果宇臻追到了最后关头，自己打出了界外，好可惜啊！不过也恭喜亚勋啊，哇，非常惊险啊！最后2分之差击败了对手，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血统杯。
好，紧接着我们再把焦点回到男子的单打部分啊，这同样也是低年级的部分啊，是由台南市育文国小的王子维对上亚博高市庄纪国小的林恒宇啊。当然，这个育文国小的王子维跟这个我们的台湾名将王子维是一模一样啊，是啊，名字一模一样，兴趣也一样啊。同样都是低年级，看身形是有落差，差距很大。紫薇拿下了第1分。这个控球的位置力道掌握的不错。是。男生单打，南市德高国小陈植伟，好，很远，加压造成紫薇的回击出界。一组男生单打，高市行田思琪优，高雄市。其实没有身形的优势，处理球就要更细腻，你的脚程要更快了。哦。你看王子他速度也不错啊。当然我们看到恒宇的一个球路的配置就很合理啦。对。虽然他的个头比较小，对，但是整个挥拍的速度，脚步的移动，哇，都相当不错啊。对，虽然说身高并不是绝对，但是优势是存在的。你要怎么样的抵住优势？对。哇，可惜没打准哦。个子较小，你还是要增加一点跳跃，去增加击球点的时间，不然你都会处于被动。所以为什么球要跳起来打？是你要增加击球点，争取时间。哇，好球啊，紫薇！在他的掌握当中。因为对手又是左手，所以推过去原本是反拍的，他的惯用手就是正拍，就会变这样。5-3。这个假动作，还是有特色。哇，这个第2时间还是有特色。分数咬紧了啊。你要靠手法细腻才能再得分呢。观众。不够高。刚才球没有处理很好。面对比你高大的，你也是要两边打，你也不能让他站着打。对，你让他移动，你纵使让他移动，你才有机会。哇，连续3颗啊，重复路线。对角。他知道他打对角。对。可惜执行上面差了一些。所以要运用优势，也要把分数拉远，很心安的。漂亮。那紫薇稍微将比分拉开来。对。他的基本攻势其实还是不错的。他不是单独这优势而已。这个放短球很快的再要到分数，目前形成了10-4。你没有办法把对手压在后场，对手他自然就会往前走。好，来看恒宇的发球。现在是广播。好。11点30分赛程。追求奥赛啊，6-10。对，
得分都很辛苦。哇，又出界哦！哇，紫薇稳定跑出来，稳定对，稳定的考验跑出来了，对。请携带球具至计算组。漂亮。哇，又拿1分，8比10，这个吊球的位置啊，配球相当刁钻哦。对。哇，我们再看一遍。哇哦，这个就是身材不是绝对的意思。没错。西级男生单打林于安、杨佑成、陈伟林、黄信成、脚啊，好球！因为毕竟你这一步你快2步了，这里脚程要更快。好，不过现在双方换边了，领先的还是紫薇啊，11比8，但是这个差距非常有限，3分之差。但对于恒宇来讲啊，他的个头是比较娇小，但是整个球路的配置，他头脑是蛮清楚。对，那只要能够执行到位啊，紫薇3分领先呢，这个差距不是问题，还是有变数。对。啊，这么小要沉着冷静，你看这不简单啊。好，这一球是落在了界外，这球没有压得很深。哇，可惜了，都不错，这打的都不错。对，互放短球，紫薇拿下的分数12比9。对啊，你优势好的，你要多制造自己可以攻击压迫你的机会。男士安顺、赖志荣，请至第7场地预备。高雄市前镇区民权国小科。恒宇的稳定要更高啊，不然你很难逆转。因为你可能9-9才得1分呢。对。不够远，压迫了。对，但不够远啊。当然对紫薇来讲，他的身高也比较高，所以他整个下压的角度也更加的尖锐。这种球，对，就等着你而已。11点06分，7组男生单打。还有21分而已，稳定要。哦，刚刚恒宇啊，也不断用手势来提醒自己，要冷静下来。这球漂亮。对。恒宇主动得分的几率都不高，所以他失误要更低一点，来逼出紫薇，自己打坏了啊。对。不过刚刚恒宇的这一球啊，也没控制好，出了界外，16比11。因为你想要得分，所以你想要打更险呐，失误率就变高。啊，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打过去的。16比11，来到后半段了。对，得分很难了，失误率还这么高，就很危险。哦，中了。哇，这个斜线的切球啊，恰到好处哦。甲国小林秉哲，请技术至第5场地出赛。哇，又弹过去。他已经设定好你要打那里了，在等你了。所以紫薇是9比11。紫薇是有想法啊。好，恒宇先一个接发球压迫反拍位。追1分回来，攻击性强。哇，在最高前抢短的情况之下，哇，来到了20比12。
赛末点，这个就是优势的存在，不断的下压，不断的压迫。好，你看。 哇，还有吗？哇，这一次的飞扑救球，哇，很远，可惜啊，打了半场的好球啊，最终还是败给了王子维。那也恭喜子维啊，顺利的晋级。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的现场。 好，那在今天全国学童杯羽球巡回赛的总决赛部分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第一场双打登场了。那这是有来自高雄市民权国小的葛宇谦跟廖博威，面对来自高雄市鼓山国小的邱秉正跟潘俊宏。中校国小简玉萍、简林毅，请至竞赛组，请携带你的球具至竞赛组。 好，那身穿白色球衣的就是民权国小，那鼓山国小呢是身穿红色的球衣。双打的节奏比单打快多了，尤其是在前3拍。没错，哦，尤其是现在国际男双的主流哦，就是不断的进攻。那在这个接发球的部分，能够先压制对手。不过在国小的部分当中，基本上还是脱离不了基本动作。也不用太早去定位说，他一定是以后从事双打或单打手。毕竟都还在基础。你基础好的，即使只是转换不同的打法，你打单打是可以来打双打。比如说，你可能就是常打单打的，你要打双打，你的接发球可能要练习，你的平推球可能要多练习。是。跑动你可能。 防守的区域不一样，你可能要练习一下，但是但是脱离不了你的基本动作啊。不会因为你打双打，你打单打不会打，不会是这样。没错，哎呀，对，因为这2天在澳洲举办的这超级500的公开赛，台湾的宋树伟就是
单打双打都打。对，而且都成绩不错，尤其单打是打进到4强了。其实反正基本动作好的小朋友，其实以后你要单要双都可以。不过确实可以看出来，民权国小的2位小选手啊，宇谦跟博威，他们程度是比这个鼓山国小来得更加的出色了。哇，那现在其实回球的过不了前场啊。对，你看前3拍，还不到第3拍就被拦截了，就是这样。对。那以当今国际男子双打的部分，等于是非常的扑朔迷离。就是说，即使是世界第1，都很难保证说在比赛当中一定能够取胜，因为现在世界第1其实一直换人，换来换去。那包括来到今年大家很重视的巴黎奥运，真的很难保证说哪一组绝对能够拿到奖牌。不要说金牌，很难预测，非常难预测。现在的男子双打，好像大家都有机会感觉。对，现在男子双打随便举出5组有拿下这个冠军的实力啊，当然包括我们羚羊啊，包括这个印度的双塔那包括印尼的这个2个双打，大陆中国也有2个双打，对，这个实力都非常非常的好啊。王场2尾坑啊，那这个。Fikri Manana， 哇，这几位这包括我们的羚羊配所以我想今年的这个巴黎奥运的男双会非常非常的精彩。是啊，就代表大家的程度都差不多，都有一个相当水平啊。对。而且男子双打的节奏太快，很好看。但是对以人格特质来讲，其实会有适合小朋友适合打单打双啊，就是你反应灵敏的，对，你有那种主攻助攻的概念的人来打双打很适合。OK， 跟打篮球一样嘛，你会帮助别人，代表这份你也有达到，对。哇，这又是一个高压的扣杀球，顺利的拿下了分数。两边的这个落差比较大。对，所以廖博威跟何宇谦他们个人的单打都还是打得不错啊。那么基本功好。对，单打都还可以。看这个滑拍就知道这个程度在哪了。对。技术都很纯熟啊，很纯熟。感觉是游刃有余啊。基础的程度好，有助于青少年的发展。那也比较不会造成国内的太多的断层。对。不然小小的台湾单项那么多，人才确实是有限的。对，而且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所以每个运动都在互相竞争。对，因为有运动能力的小朋友，也许就是这些。对啊。那你还有喜欢打棒球的，喜欢打篮球、排球，所以羽球也要去跟大家竞争，说，我要去找到最好的这个人才来做培养，真的不容易啊。我们看到民权国小当然是完全拉开了比分啊，宇谦跟博威要拿下这场比赛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社民国小黄希慈、陈丽娟，请自第9场地出赛。好，又是回击的挂网，很快来到赛末点了。争取最后一刻，真的
要拼战到最后1分呢，球落地之后才算了。对。啊，可惜自己的发球失误啊，同时也送掉了比赛的胜利。不过还是恭喜民权国小啊，但在实际上是相当突出，击败了鼓山国小，顺利晋级到下一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那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5年级的女双部分呢、那4位小选手呢，分别来自亚博士湖银冠国小的曾玉恩啊，搭配的是台中市4维国小的吴敏轩，要来面对屏东县中校国小的简玉萍跟简林毅。等于是有3个学校的小朋友在这场比赛来出赛。戴宇贤、蔡佑恩、黄敬恩请至竞赛组。这个比赛没有限定要同一学校了，这是多元的交流。好，一开始发生了过网失误，由亚博跟这个台中4维这边连拿了2分哦。一组男生双打，男士龟山国小杨成俊、杨国念，屏东县中正国小陈少伟、林义成。好，要抓这个往前啊，发生失误。失误的选手，你看他的动作协调都很快。那积极性都不输男生啊。确实。好，目前3比1。双打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节奏也不是说你杀球很猛就可以得分，是你的推挡，你的配球都很重要。当然在目前国际女双的部分就一样呈现也是多强鼎立，但是每一队都有不一样的节奏，或者是大家
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女双都有既定印象，像日本女双就是那种很会防守，对，守到你精神崩溃。那节奏比较慢，那韩国就是比较有攻击性所以它的打法就比较侵略性。那像中国陈继承、贾一凡，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反整组合，但是目前世界第1，也是在今年的巴黎奥运最被看好的这个女双的组合那他们就是这种攻守兼备实力非常稳定所以我想包括刚刚我们看的这个男子的双打，再来看到女子的双打部分，确实在这个国际上各有特色。是啊。双打的部分，其实在于血统的阶段，其实不强调那么刁钻，但强调配球跟平推对，平推的来往。那平推就会牵扯到你平常时的攻防的节奏你的四两拨千斤强力羽球你怎么把球分化出去。单打就比较不会去强调这些，因为单打的范围大。没错因为双打你不起高，对你一起高其实会很被动，对所以刚刚教练也提到，你就不断的要平推蹲打这种。对，所以就不会在双打比较特有的一些战术的运用，就不会有那些炫技什么小球炫多怎样，双打比较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前面还站一个人嘛。没错，对，你要骗他其实并不容易。对，所以你的球几乎都是平平的过人打，平平的过，对，然后在过程当中找到攻击得分的机会，这样子。所以打双打的小朋友，其实我觉得个性上会适合啦，就是太保守的小朋友打双打会很辛苦。对，就是代表你的主动性不足你等球来打你你要预判性要高。对，你预判性高，两个人的配合的节奏就快了，就俗称轮转。所以轮转就是补缺补洞。对。其实有点像篮球一样，上去的时候传球速度越快，对，那你传球速度快，你的伙伴也快，这个配合的好，你上篮的机会就高。对，所以我们看到在前半段由宇恩跟敏轩暂时11-5领先了玉萍跟林毅。你看15跟4位小朋友，他们的球路变化大，攻击性强。对，那中校的小朋友其实就比较稳扎稳打，都回击而已，一般回击而已。对。又是这一次的回击造成了过往失误。对，而且双打的攻击，它只是一种手段，它并不是最主要的武器。对，要靠前面再帮忙压迫。哇！这个发球直接被对手加压，这种发长球不够快，或者是你发长球最重要还是要先破坏对方的接球节奏。也是要过人的。而且对手并没有想要压迫你的感觉，你就其实发小球就好了。没错，他没有站得那么前面，没有那么靠前，然后你发长球动机没那么强，对你发长球的效果就没那么显著了。是。因为两方面的差距，其实15小朋友郑渊他攻击性、操作性就强，你除非就让他跑动，你才有机会。你要先守得住攻击，对啊。不会那种定律，就是单打打得好，双打就打得好，不会那种定律，对。但是会有优势的，你单打打得好的，你的基本功就会好。是。那如果你双打，你适合打双打的，你都适合平推，然后不起高，或者说让他跑，其实对单打手来讲，他也有吃力，因为他杀不死你，他吊不死你，接下来他就会出现失误就高了，对，球都没有压下来。所以女子选手在后场的反拍在这个年纪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压力。对，其实从发球得分开始，落地得分开始，其实选手转换跑道的频率就会高，因为像单打以前发球得分的话，你都会正拍发球比较多，拉吊啊，打法训练上都是这样。自从落地得分，他开始要抢攻，就开始用双打发球的方式，他要抢攻，他发短球，是不提高了，对。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场比赛没有问题啊。那这个狮湖跟四维的联军啊，最后还是击败了中校国小的2位小朋友，而且是一个比较大的落差。也恭喜这个联军啊，顺利的闯进到了下一轮。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下一场精彩的比赛。好，紧接着为大家持续送上的是5年级的女双，那是由高雄市星光国小的蔡承轩跟戴宇贤来面对台东县马兰国小的蔡佑恩跟唐静恩。星光国小呢是在画面的下方。哇，这个有策略啊，没错，完全把握住了。在后场的加压没过。星光国小现在2比0。可惜这个放短，力道轻了一些。星光他们的组合，程度他们有落差。对。现在的广播尚未领取晋级决赛、晋级资格赛的奖状跟奖品的选手，请至裁判长桌领取。11点42分赛程，西竹女生单打，高雄市内为国小薛玉成。第2拍还是挡不住哦。感觉这4个人有一枝独秀感觉。是。
如果要搭配一个小的，那就他做球啦，就做球给自己伙伴攻击。可是裁判讲时离去。我看。 他都很注意可以攻击的机会，很积极。不过也看得出他们两个台东的小朋友都打这个小的。哎，策略是成功的了。哎。 因为你一组双打，如果有程度的落差，大部分都会往比较弱的选手去攻击的，要有策略。目前比分7比3。所以。 我们看到2位星光国小的小朋友在实力上面还是比较突出啊，目前来到8比3了。发长的，哎，这个接发球，好球，稍微点了一下。他为了让自己可以守后场，只好发长的，他忽略这个旁边的这个人。你看几乎都给他。 就这种策略，但是它相对要稳定的，也是要稳定。9比4。对，星光小的也打不错啊，也稳扎稳打，也是稳扎稳打。1点30分赛程，西竹女生单打，南市德高国小刘以欣，高雄市民权国小陈婉欣请至第10场地。 再做一个后场的调动。对，你看没有攻击就是拨，对，平推拨动，然后跑动快，补位快。所以你不会因为你单打打不好，你来双打就会不出色，也不会。但是相对的想法要不一样。其实跟排球一样啊，你要有做球的功能。啊，对，你要有一个人。对，你要有做球功能。我做给你杀。对，那双打也是一样啊。 我做给伙伴攻击，跟你要有助攻主攻的桌球也是一样哦。桌球，但是因为桌球的双打比较不同的是，它是规定每个人1人1球。1人1球。对。等于说我做了这一颗球给我下一颗我的队友要能够进攻。对，你看篮球、排球都是啊，那个控球的人才是灵魂人物。他控给谁？是。 羽球其实也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你娇小就打不好，不会，你扮演好你的角色，你就是一个好的队友。是。如果球都给高的，你看。对啊，那你就扮演很好你的角色，让他好发挥。对。那目前比分稍微被拉开来了，是3比4，还是由星光国小领先。 对，你看东海小朋友，他对象错了，你球回不回去？毕竟两边实力也是有差。 7点30分赛程，西竹女生单打，手不错，你看，2个打1个，不打了谁？你看，真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让他调动啊，不用急着攻击，让他站着手，不如让他先跑动一下。对。 因为他其实就是知道说你要打我啦，所以他的那个专注力会很强。11点42分赛程 ，A 组女生单打，亚博高市中进国小李幼学。星光这组他们配得不错啊。确实，他们虽然2位选手身材上面有一点落差，但是如果能够各司其职，对，当然。 以这样的身高落差，肯定是一个前场后场是分配的非常明确啦。对。其实身高来看的话，你看以前早期的李龙大，他的伙伴其实他是矮的，他在他后面杀球的呢。李龙大是在前面的哎。
对，其实我们就讲到男双啊，包括这个日本的几位这个男子双打选手，其实身高都不高，甚至有些日本的女子选手都比男子选手高大，所以这个很难说。但是他们很多都不到170公分，但是后场的威力，包括印尼，我记得印尼的这些男子选手其实也都不高大啊，但是他们整个后场的一个实力啊，还是相当雄厚啊。就是他们的攻击性不弱，就弥补空缺嘛。没错，没错。哎呦啊！这球挥空落地之后呢，形成了20-5啊，很快的来到了赛末点。没有补到。对，这个条球没过。好，尤恩跟敬恩还有机会。连续对稳定不错啊，不断失误啊， 3拍。对，但是这球推后场啊，最终还是出界啊！恭喜星光国小击败来自台东的2名小朋友，也顺利的晋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再回来。那我们接着看到的是4年级C 级的女子单打。那高雄市民权国小的许玉成对上屏东县延州国小的罗义恩。民权国小是身穿白色的球衣，那义恩呢在画面的下方身穿的是深色的球衣。这个斜线的放短球啊，没过，抓到了，其实往前球的训练其实都要花很长时间的，因为细腻，但是一般团体课很难针对这种小细节一直强化因为团体课啊，你还是得要个别，还是以抓出来，对，还是以大球为主那你想嘛，其实得分都在往前球很少在后场一拍毙命，是，其实都是在往前，难度很高哦。对，其实我都觉得，对啊，控制往前其实可以让
对手不断起高，那你的进攻机会就多，因为你的往前的控球几率比后场控球还高嘛。对，你往前你会拨，你会压，你要很熟练。而且如果往前抓得好，其实这个得分的效率是很高的。对，其实所谓的假动作就是骗嘛，那骗意思就是你的动作像，出拍不晓得你要打什么。对，就同一个动作，他打不同的球啊，这就是小大的厉害的地方啊。这也是小朋友比较要花很长时间去体会的，对。所以这个也是落实在基本功啦，对啊。不然说球要打那么贴网，其实你要不断日积月累这样子。你看练习啊，你要让你的肌肉完全记忆住了。对啊，你看 NBA 他每天练发球1000颗，他真正比赛的时候他不一定投得进。对，还是会失手。对啊，更何况是小球，对，很熟练，而且球拍那么长，你传导神经那么长，对。所以羽球这种东西没有办法是记录者啦，就是你这一站跟下一站不一样，你这一场跟下一场你无法能够掌握得这么好，所以才会说什么球感不好。可以看得出屏东小朋友的脚步很漂亮。所以如果有这种灵活的脚步，你就不怕对方调动，你可以跟对手多拍。对，越多拍你越有力。是，你看重心它虽然比较高，但重心压得低，你转身就快。你站直了，你站高了，你的转身就慢了。对。玉井国小男子其实羽球还蛮重视重心呐。对，学生都以为蹲低，其实是重心，你身体的重心你压低，你要做旋转，你要做移动、侧动比较快。对，因为它不完全是直线型的啊，是，它还有横向啊。没错。对啊。好，那我们看到在前半段暂时由伊恩11-3领先了玉成。那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来自延州国小，身穿深色的球衣，那白色球衣的就是许玉成了。竞赛广播11点54分赛程 ，A 组女生单打新上国小郭心怡、中原国小邱佑珍，请青带你的球具进竞赛组。轻轻一波，这个斜线，我们再看一次。进攻之后呢，再出一个小球。出拍的刹那打变化球，其实这个就是要练习的。但是你在团体课的时候比较难去一直练这样子的动作，对。哇，可惜了。偏差比较大。哇，其实现在的小朋友虽然说球技都普遍会提升，但是会把基本功会忽略基本功的扎实。对。既然是精熟教学，那代表你不用花俏，但是你的落点要准确。比如你的长球，像篮球一样，怎么丢怎么进。对，你的球怎么打怎么进，不用漂亮，但是要进，对，要管用啊。对啊。这个反拍似乎就比较可惜了。对。不是很难处理啊，但是整个拍面偏掉了。跟你的握拍有可能关系。这一球是落在界内啊，比分形成6-15，玉成的发球。玉成蹲的特别的低，其实这样
你那对手如果打后场的时候，其实你也不太好移动。嗯哼。漂亮。哦，又是在主动的漂亮。内啊，哦。增加一些变化。哇，对，稳定的东西就是这样。对啊。哦。你看办21分，哎，经不起你这么多尝试的球。是。哎，这个调动让玉成的挑球啊，直接出了界外。除非程度落差很大，不然一般这种学统的比赛要一直压迫得分的这个现象比较少。还是大部分都落在自己非压迫失分的。这个机会球，对，你看就是这样，伊恩自己打丢了。对，其实右半场区已经空出来了。对，所以说你到底你用你的策略压迫得分的到底是几颗？对，有时候都是靠对方得分的。助攻。陈子伟、何丹佐、陈然平、林雨肉、王维硕，请以上选手至竞赛组领取奖状确认单。西上国小魏雨山，南市重实国小詹永仁，请至第9场。好球！哇，这个多拍来回啊，把对手先锁在后场之后呢，再掉一个斜对角最远距离的往前啊，所以玉成呢要来接这一颗会最辛苦。所以女单跟男单最大的差别是，女单它精彩是它的球的变化，拆球直线对角的拆球多，因为它攻击性不强，它的分球就多。那男生就刁钻，他攻击性就强，对。你一定要靠分球压迫，你才再有机会做下一步的攻击。哇！结果这一球调到后场，出了界外啊！最终还是恭喜延州国小的义恩啊，顺利的击败了对手，也晋级到了下一场的比赛。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水桶杯。好，紧接着为大家送上6年级的女单啊，高雄市新向国小的郭心怡对上桃园市中原国小的邱佑珍。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是第一次看到6年级的小朋友了。哇，那这个身材体型基本上已经是像小大人了，小大人了。对，这场应该是还蛮好看的。哇，期待啊！那在这一边是16强啊，这16进8，16进8的比赛。屏大附小叶宇恒，
高雄市前镇区民权国小陈宇芳，请至第8场地。啊，画面上方是高雄市，啊，画面下方是桃园。数字第9场地出赛。啊，看上去就是分球，制造机会做下一波的攻击。这打法都很正确。哇，这球出界之后2比0啊。哦，看到这个佑真啊，把节奏带得很快，对，哦，所以让心怡在防守上面确实都慢了半拍。国小叶一成，请至第10场地出赛。哇，他掌控住了，真的哇，他这指哪打哪。对，而且他也不退了，他在前面等你而已。所以我刚才讲过，前面球快啊，他守前面就好了。没错，而且基本上也调不到后场，所以。在半路就被拦截的情况之下，当然佑真的得分比例就很高了。要调后场，你就让他要够高，让他退，不然打那平平的意义不大。哦，包括小球的细腻啊，今天佑真到目前为止发挥非常出色。他出拍也不急，长拍也不急，很难过3拍球啊！东市仁爱国小梁巧婷，南市立展国小吴佳琪，请至第6场地。哦，那这一个直球还是偏掉，所以一口气是连拿了8分啊，佑真。哦。高雄市前镇区，但是这个短球没过，心怡也在得分上面开张了。请至数至第4场地出赛。南市重学国小詹永明，请计数至第9场地出赛。哇，这个突然的收力，主导，都几乎他主导这场了，因为节奏你没办法改变他，也没什么退啊，你必须让他推到后场才有机会。对啊，不然你只能靠他。零星的失误，对，你等于是没办法主动得分。对啊，对啊。因为你以力道，他也压迫不到他，感觉压迫得不到他。好，那现在来到11分了，双方要换边。那我们看到中原国小的邱佑真啊，画面上身穿黑色运动服的选手，当然在这场比赛还是展现非常强大的实力啊，不管是在控球精准度或者是在这个前场的一个压迫，都造成了心怡啊很大的麻烦。这一关一关打，这个选手的程度都开出来了，越后面真的越精彩了。民权国小陈宇芳，请至竞赛组；蔡宇恒、陈宇芳，请携带球具至竞赛组。11点57分赛程，南市龟山国小李贝琴。哇，这个小球还是没办法挑过半场啊。是。轻轻一点啊，真的完全在掌握当中了。是啊。极限的扣杀没有问题。完全打开来了，哇，这个绕头啊，也相当有水准。出手，干净利落。身材优势又打得不错，很难
哎呀，这好手啊！没错，确实可能是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水准啊，包括感觉比较难的技术，在佑真的身上都看得到。对啊，不管是绕头啊，或者是这种突然间的2次那虚弓的这种假动作都有看到。以男女来讲的话，女生这样子发展空间真的比男生大，因为女生毕竟竞技嘛，她的对数不会那么多啊，就能够走到最后的也比较少。男生竞技项目起手向前的比较多，金字塔世界是，杨涛是最后一拍给你变化一下，破坏你的节奏，程度很好。那已经来到了赛末点了。佑真，当然这场球没有太多的悬念啦，应该是可以拿下胜利了。哇，但非常稳定的情况之下，几乎不失误啊，所以最终就是大比分的优势啊，恭喜佑真！哇，在这场比赛确实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实力啊！这个以比较大的比分来击败了对手，顺利的晋级到了女单的8强。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是低年级的女子单打，然后是由国立屏大附小的蔡宇恒要来面对高雄市民全国小的陈宇芳。刚刚看到的是6年级的学姐，那现在看到的应该就是初学者，当然程度有落差，我想都是从小选手开始慢慢一步一步的往上爬。是，其实藉由这样比赛，对于学弟妹也比较有憧憬的去看学长姐的成就，也比较有信心。来看了一下，哇，我以后如果再多打几年，那认真的话，我也可以跟这个学长学姐一样。是，一般都是偶像嘛，这个学长姐，对，革命情怀啊。仅计数字第5场地出赛。那民权国小的宇芳呢是在画面的下方。
宇恒呢是在画面上方。竞赛组第一次广播，男士同学。还有哦，这球居然最后是选择掉短啊！国小刘宇飞，请至第8场地。因为低年级，所以看得出脚步不会那么顺，但是能够努力的去救球，然后也打得很稳定，就很厉害了。只要掌握到技巧，得分的技巧。宇方啊，连续的得分来到5比2了。第一局男生单打，屏东县中校国小林宇佑，请角啊，可惜这一次的挥拍敲到了拍框，是4比5。这其实也是学童的这个阶段，是训练他们自己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对，将他们所学的，他自己去组合起来。分数被追进了，5比6。纵使是低年级，有时候看他打法还是有策略的。他有想法打你哪里？应该教练在上场之前都有提醒的。平常时就会给他一些策略性的练习、训练习惯。架势都不错。哇，还是不断的往后场送啊。对。那当然，这个宇恒啊，接球之后呢，就想要站在中场的位置啊，但是不断的被压在后场。但是这一球偏差比较大。贯彻执行很明确。12点06分赛程，第一组女生单打，高雄市前镇区民权国小。又是压后场，已经这个画面不断重播了。请至第4场地预备。就低年级的打法比较单纯，比较简单，对。那双方在前半段结束之后呢，11比6啊。好，宇方啊，暂时5分领先的宇恒。竞赛组最后一次广播，台东县大王国小刘宇飞，请立即至第8场地出赛。南市重学国小詹永明，好，那两边的教练呢都做出了提醒跟调整。来看一下比赛的后半段。新上国小叶宇山，请至竞赛组。这一球就打得很强势了。是，他很清楚他打哪里。本身宇恒他有没有很清楚他失分的点在哪里？对。不过在这2天的总决赛，我们也透过转播，那所以都影像有记录。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就可以好好回去再做调整，或检讨。我说，这场比赛为什么输了？到底我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边？是，这个很重要啦。你看，一般芭蕾舞者为什么要照镜子？对，要看对，看自己的动作。所以一般选手不会看自己影片，一般选手看别人的影片。那对啊，所以当教练或者当家长来告诉他的缺点的时候，他也不会承认啊。觉得我哪有？一般都会认为说，我想好像有做好，但是有时候这个从影片重新去 review 对，其实能够找到真的是蛮重要的，蛮多该修正的地方啊。所以说把它当课程的话，其实把你的记录下来，然后去做研究讨论。
因为毕竟当局者迷嘛，有时候这样纵观全局，你比较能够看出自己的脚步啦，或者说看自己的姿势这样对不对啦，对。而且我们的这个摄影机它是有一种上帝视角的感觉，因为它是看的不只是自己，也看了对手，所以可以更明了说，当时这颗球这样打为什么不好？就说当时这颗球这样打是很好的，对，还蛮全景的，我觉得这个角度还很好，很全景。因为有遇到好多学生，其实对自己的影片都不太兴趣真可惜啊，比较害怕吧，害怕说，我这边做不好，那边做不好。应该说他们会比较向往看好看的，比如说看国际赛的，看自己偶像的。OK。可是那线的影片没有跟你这么大的关系呀。其实帮助没有那么显著。别人的姿势不是你的状况，你要先看看自己的姿势，自己的球路，对。那这一分再拿下来啊！陈宇芳已经来到19-10了。是。哇，中了。同样被压制在后场。追得到吗？没办法了，勉强碰到球啊，但是没办法过。再撑一下。20-11，到赛末点。这球漂亮，可惜了。对。现在再掉一个短球但是形成的头脑很清楚，真的。没有问题啊，最终还是以21-12陈宇芳击败了对手，也获得了晋级的资格。那这一场低年级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学童杯的现场。
紧接着为大家送上的是3年级的女子单打，高雄市新上国小的陈佑宇对上飞讯南市文化国小的郭香玲。香玲呢是在画面的上方啊，粉色的球衣。新上国小呢是在画面的下方，白色球衣。那这一场呢也是16强要来争取8强的晋级资格。12点18分赛前，B组女生单打新上国小林文熙，台南市仁爱国小陈怡燕，请至第9场地。亚博银冠新竹国小这球明显打偏了。请至竞赛组。新上国小这几年，他们也程度也慢慢有拉起来，不然以往就是庄敬、狮虎、石泉这就是高雄非常著名的羽球的体育班的部学校分，像新上啊、龙华，他们不是体育班，但是你看以一些非体育班的形式，他们培养这样子，代表很有规模。家长的投入力很大，这些非体育班的都要靠家长的大力的支持。对，他们一开始都以社团的形式做起家嘛，对啊，所以没有一般的专长课，能够以比较仅有的时间训练成这样的一个一定的规模的程度，其实花费不少时间的。竞赛组第一次广播，球都来回不错。请至竞赛组。双方仅仅1分的差距啊，暂时由佑宇4比3领先香菱。这个反拍的挂网4比4。力道不错了，那佑宇这样力道不错，那他整个的动作还有进步空间呢。请至第9场地出赛。这个调球偏了。不错，这其实都可以从很客观的，在一场球赛可以很看得出2方面的实力的落差，但是又是只有21分而已，有时候又很难风险存在，因为只要一个不稳定，对，连续丢分，其实这个比赛走向就会被影响了。你给对方机会，增加你自己的困难。竞赛组第2次广播，郭云云，请技术至第10场地出赛。还看目前7比6啊，分数咬得很紧。因为其实佑宇他球都有够深呐，第一拍够深，基本上存活率就高，对。你看香菱他的球都很集中，没错，继续往前压。他的球都，他可能怕打出界吧，他球都很中间，打不过边，所以让对手很好掌握。对。竞赛组最后1次广播，陈云云，请技术至第10场地出赛。因为你让他跑动越少，其实就比较不容易失误嘛。你除非是刻意要打他近身球，要不然的话，基本上还是会让他调动。你让他调动，空间才跑出来。是，因为你要充分利用整个场地对啊的机制。是啊。
这样就有了。没错，因为你调动，你把它锁在左半边，对，等于中间跟右半边都空出来。对，依照它的程度，它是可以一直多利用这种模式来获得分的。对，就对的模式要一直贯彻。对。哇，不断的走重复路线哦。好的，目前是由文化国小的郭湘莲呢11比8，3分领先了新上国小的陈佑宇。确实从上半段的一个比赛内容看来，湘莲的技术水准或者是球技的成熟度是比佑宇来的高一些但还是得要避免失误。当然现在仅仅3分的差距，对于佑宇来讲绝对还有机会。12点18分赛程 ，B 组女生单打，亚博一贯狮湖国小曾怡恩，台中市吴敏轩，屏东市中正国小王。两边的教练经过了提醒跟调整。早期有体育班，你会有固定的教练，但是你非体育班，其实教练也多元化了。你培养出这么多教练，年轻教练出来，其实他们是四处开花了。对，这样也造就了一些非体育班的，他们一样可以很蓬勃的发展，只要家长愿意的话。看湘莲的攻击性很高，但是都比较单一边呢。其实就左右开弓，有利于你得分呢。你就让他多跑动，不用太执着说一定要打反拍你看他很执着，就是他就在打反拍。台南县马来国小唐继恩，亚博高市中正国小郑雅欣，体态球技自竞赛组。在中场暂停回来，湘莲是连拿了2分，目前是3比9。漂亮，对。对，其实就这样子交叉打，就在掌握当中了。对，这样佑宇他会很吃力我只能一直在追对，那当然佑宇你要破解，就是你也相对你要让他退到后场，你才有空间。他在上半场的时候球比较深远那要按照这个模式，球够深远，你才有机会再做下一步的布局。球一短就很被动。对。南市安顺施亮成，台南市仁爱国小王佑进，起至第8场地。比分稍微被湘莲给拉开来了，16比9。其实光一个框框，左右前后这个逻辑要很灵活。对，就太固化一个打法，其实对你也不一定有利。对，多变化总是好。是，对。哇，又是锁后场。对啊。锁后场之后呢，再做精神压迫。就客观上，就湘莲就程度会比较好一点的。对。整个力道，或者是进攻的把握度，是啊，不要失常，就不会太大意外。郑雅希，体育科竞技赛组。目前比分19比10。这个回罚球还是落在了界外，所以很快的来到了赛末点。但是不放弃，想要吊小球。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往后跑了，他都在前面等你而已。失误了。
啊，连续这一颗啊，最后是压在了界内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最后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差，由香林取得比赛胜利，击败了右语，也获得了女单8强的门票。哦，这是最后一颗球，压得相当的精彩，恭喜右语！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台东县马兰国小的唐静恩要来面对亚博高市庄敬国小的郑雅熙。那当然，刚刚静恩也有参加双打的部分啊。接着要轮到的是单打的项目。一般到单双打，如果你都一路又有过关斩将，你的体力的恢复都是一项考验。这个短球啊，给的位置啊恰到好处。静恩在比赛开始连拿2分。就感觉郑雅熙他的动作都比较慢一拍。一般的学生其实手腕的发力如果不够好，球打出界了，你也没办法去做修正。是，代表说你动作越大，你越无法去打那种小的球。也就是你用小的肌肉去发力，你才能再去做调整。就跟你投棒球，你不可能慢慢投，你只能快变化。那羽球不一样，羽球是用手指头去发力啊。你如果都是用背力去挥拍，那当然你也不晓得你力量多大。哇，那现在有点，你看他讲他止不住啊，有点崩盘的感觉。因为他不晓得他认为他都轻轻打而已啊。但是他都出界了。对，所以他没办法去做，没办法去做，很难去做修正，是因为除非他可以用手腕去控球。他如果是用手背去控球，就很难去调整你的失误。好，那总算雅熙拿下了第1分了。对，非压迫的失误太多，就很吃亏。好，让
金恩在后场的回击啊，出了界外。哦，发球是一样，球飞高它就不会飞远了。其实都会跟学生建议说，发球会出界，那你就再把球再发高一点，而不是站后推点。你站后推点，你会更用力。是。羽球它是出速度嘛，你飞高它就不会飞远了。所以应该增加它的高度，而不是增加它的力度。所以在这一场女单啊，当然在前半段打下来有一点落差哦，金恩已经来到11比2啊，领先了雅西，但雅西可能是在开赛太紧张了，有点没有进入状况啊，连丢这么多分呢，确实有一些意外。对，比赛最可惜就是这样，你完全都没有什么发挥，你都快结束了，而且才21分。是，对，所以一下场的投入就要进入状况，很快的找到这种专注的状态啊，因为你一开始一下去连丢7、8分，等于是1/3的分数不见了。对，没有错，就很可惜啊。双方在往前的互球巧球呢，还是金恩啊技高一筹。对。因为金恩很积极，对。这样其实可能失误太多啊，没有信心会慌了。现在这个双方的士气有一点此消彼长，就是说感觉金恩很有信心，怎么打怎么有。那雅西这边就是打得比较保守，或者说他现在因为状态不好，又更不敢打。然后又是自己的失误。对，那打出界之后，他更不敢打长球了。那你越不敢打，越会被压制。对，他只有打往前球，那你打往前就刚好选手这边等你了。对。所以我们看到，确实金恩在球路的选择变化上面呢，更加多元。对，其实对的方向、对的策略，还是要去执行啊，修正就好。对，你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对。所以长球其实是最好的武器。学生一般都会认为是杀球，是像是你越后长球杀球没有用啊，长球会打跟打得准落差很大，球打得平也是压迫啊。对啊，没错。请向选手新在球的竞赛组。好，这边是金恩自己的回击挂网。目前比分还是有一定的落差。就吃1分算1分，还是要努力把它打完。你看他守前面的，今天是守前面的。他觉得你也不想打后面啊，就守前面。当然，在学童的阶段，教练是一个很大的参谋。至少旁观者清嘛。对，你要有人观察出来。对。体制竞赛组领取奖状确认单。所以国小学童阶段教练很重要。等于是有一种启蒙。对他对羽球的初步的认识。是。因为他判断比你更清楚。对，因为你彷徨无助的时候。你教练要给他一个明灯，一个方向。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比赛当中，常常看到选手，在失误或落后，就会这个眼睛不由自主就望向教练，希望得到一点什么。是。想要调开来，力道大。急了，剩下最后1分。看
最后调后场还是过长呢，也恭喜敬恩啊，最终是以比较大的比分优势啊击败了对手同时也闯进到了下一轮。那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全国学童杯羽球巡回赛总决赛的现场。
我
以上选手
1
好，欢迎您再回到112学年全国学童杯羽球巡回赛，来到总决赛的部分啊。这2天在高雄的亚博会馆要进行超过360场的赛事啊，260位的小朋友一起来争取最后的冠军。那这场6年级的男生双打呢，高雄市新上国小肖硕仁跟林秉承要对上同样也是新上国小的翁义军跟刘佑俊哦，这是新上国小自家内战。请西赣男的球具出击赛组，郑雅勋、陈千宇，请西赣都好不容易打到这边了，还打到自己人，就觉得不晓得是开心还是对，而且这才在32强，对啊，就遇到自己人了。如果你说是8进4或10进2，对，至少大家都有。身材都很好哦。对，哇，现在的小学生啊，尤其到了6年级，对，哦，这你说国中生，这大家都会相信啊。好，比赛正式开始。哦，第一球回得过深了。手球打太多。哦，好的接发球。嗯。不过也是因为球路比较熟悉啊，所以你的预备拍，你的下一个预测球路也比较快。会知道会预测你大概打什么球。对哦，所以这个杀球啊，干净利落。就看临场表现了，就看临场表现。如果没有一开始，如果没有在学校就很实力悬殊的话，就看临场表现。啊，可惜打向另外一边是对的啊，对，但是执行不到位啊。2比2。13点18分赛程，高雄新东国小戴宇贤、离港国小。好，这球没有挥到的话，是出了底线界外，手没有扣下。不错，没有一下压，哦，还是在前场，对啊，的压迫啊，3比3，哦，但4位选手一定是非常熟识，所以现在的分数写得比较快，也很纠结，但是在后场想要吊这一个短球啊，发生了过往失误。下午1点18分，做近身的加压。女生单打，品质仁爱国小曾子睿，高雄市前镇区民权国小郭子弟，请至第10场地。哎呦，没有站好。就空间越大哈，其实球学生都会想象说球很远，其实球都到一半而已。哦。因为球是。除非你的炮过大，不然的话，其实到最后的末端的阻力其实都会变慢的。球其实就是说球其实不会飞那么远，那就一般就会越守越后面。对。啊，可惜这个反拍啊，在防守上面没做好。对。每一个动作都跟马步有关系，然后被抓到。前场刚抓得很漂亮，后面没有跟上。其实后面的人要跟着前面跑。后面的工作就是前面你没有打到，你要帮他补嘛。对。所以你要跟着前面跑。如果是各打各的，那就打不起来了。双打默契，这其实所谓的默契，我就应该是说，除非我很知道你这个球你一定打不到，不然的话都会归属在是观念，这个本就是应该我的。我应该帮你的，对，不会是因为感情好我才知道要帮你，并不会这样。要知道如何去补位啊，对，这个空档什么时候我要去 cover 它。对，除非我们默契的是说，我知道你什么球会打什么样的部分，
但我还是觉得，不然你像国际赛，有时候他会这样配，难道是因为感情好吗？不是，当然都是互补。对，他们的能力是互补。对，可能一个前场，一个后场，对，刚好我一个往前很好，一个攻击很犀利。对，这样配起来还不错。对啊。再往中路。我们都中路打。突然的掉短。哇，自己拍打不死之后呢，反而被对手掌握到机会了。那现在萧顺仁跟林秉承呢10比5领先了队友。好，接发球直接攻击出了界外，所以4位球员要换边了。就有这样子的程度，纵使国中没有继续学习、继续进体育班的话，其实以后在大专学院还是有机会遇到啊。对，对，其实不错啦，一个很好的社交圈。因为我觉得，但这么多的基层小朋友投入羽球的运动，你说真的能够成为职业选手是凤毛麟角啦。我就说，因为像是一个金字塔，所以你越升越高，其实能够留下来的球员就越来越少。那要具备国际竞争力，当然会经过一连串的淘汰，台湾先淘汰之后，再放到国际上去比，那能够在巡回赛存活下来，才能够一直当职业球员。没有办法，就是当一般的选手，也许就不会以球员为职业可能会改做其他相关的行业，或者是干脆就真的是转行了。对。所以不容易啊，要培养出一位真正的职业选手，这一路上真的要有很多的教练的指导，那还有球技经验的累积。早期其实会有体保生这个概念，是因为升学不容易，所以竞技的升学有很明显的管道。对。那因为接下来就接下来好几年都是少子化。升大学不会那么的困难，所以以前会有推甄，又会有保送，会有甄审、甄试。可是甄审、甄试，现在如果进大学没有那么难的话，其实你甄审、甄试开出来的学校也不一定那么吃香啊。对。但是也相对的，也还有一个独招的部分，所以台城、千家一些国立大学也开出来了。对。所以这些基础如果打得好的，其实以后都可以作为你以后很好的社交舞台。没错，或者说你在大专的时候，你也可以打，你也可以有不同的发展，也可以。对啊，没错，没有，不是只有要当专业运动员，对，他们一辈子的兴趣，或是你一辈子爱好。你像大陆好了，它就有很多省的俱乐部啊。只是羽球还没有发展到说，我会愿意像棒球一样，花门票钱去看。希望慢慢有这样子的进展。是。那当然，在羽球的部分，我们就知道，就是由国际羽球协会所举办的这个 BWF 的巡回赛，台湾就2站嘛，就是我们刚刚在一开赛有提到，下个礼拜的高雄联赛，那当然是一个每年的台北公开赛，是大家很熟悉的。新校国小李宗泽。其实国内要发展到你说很职业，到门票到大家会有休闲来看的话，还是要有一些外来的组合啦，才会。你像职棒也是啊，对，有一些欧美的来，不同的多元的种族的结合，可看度会高嘛。是，篮球、职篮也是啊。你其他都是我们自家台湾人，你就很难说去花钱去看这个。对啊。那现在4位球员战成了12比12啊！哇，真的非常熟悉。哇，这个接发球又是直接加压了。果然是同学。就有感觉他们搭的一强一弱了，他们没有两搭的好，没有。哇，这个脚步一开始的启动就不对了。
就是你说他们最后没有进体育班，他们平常时可以做这样的休闲也不错啊。是，也是正常的运动啊。对啊，因为你说到了这大学端，你还有机会参加这个全大运。对啊。哦。啊，而且同样大学的系所杯又很多。哦，对对对，这种系际杯什么杯什么，超级多的。对啊。嗯。哎呀，而且大家都好投入哦。真的。什么成大杯，这是超级投入啊！而且早期还有华侨啊，华侨侨生，对，马来侨生，哦，正大都有侨生，非常好。对啊，风气很浓厚啊。嗯，对。包括这些一般民间举办的杯赛也超级多的。对对对，你看运发局他办的杯赛，其实大家都是一般生都会，我看一般生都会来啊，给他们一个活动空间呐。是，对啊。黄明正、海淀国小林玉旭、肖世明，请至竞赛组领取。其实这样子的发展都有助于休闲的风气的成长。确实。对啊。哦，那我们看到4位球员厮杀到16比16了。嗯，分数咬得很紧了。哇，3拍，要过人。哦，完全过不了发接发的第3拍了。哇，又来。哇，等于是重播一样。其实都要推了，就是在你还没有出拍那刹那，他看你的动作就想就去预判你的路径了。是，对啊。哦，要止住了，不然就结束了。哦，确实啊，已经来到了赛末的。这种关键球，你要发长球就要想很清楚。对，你长球对方一定轰的。对。哎呦！啊，还是拿不下来。不错啊，打得还蛮有策略的啊，哎呀。高市果山国小邱秉正，请至第5场地。最后就是这样。对，最后还是21比18，非常接近的比数啊。但不管谁输谁赢啊，心上还是有心上赢。对，心上呢，这个是进入到16强，但这位选手非常熟悉啊，所以整个战况是相当的激烈。那多次的互换领先。所以最后是一个很些微的差距分出了胜负，也恭喜新上国小，但保证一队进入到16强。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刚刚看完了男子的双打之后呢，接着来看到低年级的女子单打，台南市昆山国小的郑雅勋对上屏东县临港国小的陈千羽。
红色运动服的是昆山国小，身穿彩色运动服的是离港国小的千羽。张正阳、高胜玉，昆山国小这一球会空了，但是落在了界外。竞赛组广播，请第一组男生单打王瑞平。低年级的比赛都这样，状况不是那么稳定。没错，上一场跟下一场就很难有稳定的表现。不过一般女生低年级还好，中高年级就会慢慢胎掉，辛苦。确实，过程辛苦，最多的还是在一开始，对，还是人数好几十个人啊，对，越来因为练习真的比打球开心啊，但是练习很枯燥，对，因为练球是要求嘛，打球是玩乐啊，对，所以学生练球练得再累，下课的时候还想打球，因为那个时候才是打啊，之前都是练的。都是被要求的，因为可能要固定做某一个动作，对，固定某一个姿势啊，而且要一段时间，氛围啊就不一样嘛，对，也没有轻松啊，哇！而且在训练过程很多是体能基础的要求，那更辛苦啊，是啊，不管是跑步啊、跳绳啊，或者一些体能的训练，对。但是他竞技就跟表演就两个面向啊，你像跳舞的男生就少啊，但是跳舞不一定男生不能跳啊，当然，但是观感不一样，所以竞争的也比较少，竞技也一样啊，女生虽然是还是有的，但是男生都有100人，女生才50，对，光那比赛的签，男生100-200人，对，没错哈，对啊，女生40-50就是很多啊。两位小选手目前5比5，千羽。真的过几年，什么项目以前棒球是国球，没错，我都很怀疑目前的国球有没有改变过。没有啊，现在的新国球是羽球啊，因为活动人口非常的多啊，真的非常的多，而且比较容易。入门，你说打棒球，当然场地会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因为以前棒球我觉得会国球，是因为以前草地就可以打了嘛。然后又在那时空背景，我们又能够在国际上扬名，对，拿到不错的名次。对，但是随着社会进步，然后这样子的栽培，其实我觉得。当然，你前阵子桌球也不错啦。对啊，林昀儒啊。对，不过以人口的普及，真的羽球还是比较多啊。确实啊，羽球在这2-3年了，真的是。休闲跟竞技其实都发展得很好。对，一般都是会竞技好啊，休闲不一定。但是我们休闲跟竞技都还不错，当然也造就了很多。不管是产业的发展啊，或工作机会啊，过去的一些选手都可以变成。私人教练，对，开始开课啊，对，然后我合作了一些讲评老师，哇，那开课也都是场场爆满。所以从这些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羽球这几年真的是在台湾的一个发展非常的迅速。成长率很高啦。对，光是球馆的新建啊，还有你预约要打球，对，我基本上没有提早个几个月，基本没有场地可以打，而且都不便宜耶。是啊，对啊，都不便宜，因为你又有冷气都不便宜耶，然后你球也不便宜啊，对啊，现在球都在涨价，对啊，所以他说这些的物价还那么蓬勃发展。真的，大家很支持啊！是啊，但也希望在国际上面我们的成绩能够越来越好。是，我们就不断的提到戴资颖在今年就是最后一年，对，在奥运过后，也许就要退出国际的舞台。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还有下一个戴资颖或者说可能要像戴资颖这样的程度
这太难太难，几十年才一个天才啊！但是至少能够有多一点点接班的这种态势，就是说他比较整齐一点的这些能够有国际巡回赛经验的选手能够出来。但男生的部分感觉还不错，男生啊包括李佳豪啊、林俊逸啊，在这一次的澳洲都打得很好。那女生当然宋硕宇啊，不过小宋她也26岁左右，所以还是需要更年轻一点的，希望有大概20岁左右的这些女生的选手可以赶快冒出头来。是。不过可能是文化关系啦，你像欧美，其实他们都是大学在选秀，我们台湾是小朋友在选秀的，我们的要求比较多，因为国外的体育的风气有时候常常是在大学端才开始专业化，对，那我们专业化比较早，对。这样会有一个现象，其实会疲乏。对啊，就是小时候成绩很好，你到了高中、大学端之后，就会好像有一点点停滞了。你没有让他探索的机会。你太早他职业化，对，他就没有探索，他的探索期短。对，所以你要让他长的发挥就没办法。没错，我想。刚刚教练谈的这个部分，也是很多现在基层教练所面临，或是他们发现到的问题。是啊，对，所以我相信这都大家都有共识啊。所以就是对小朋友在要求上面，不需要说我现在小时候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就是保持对运动的热情，保持对羽球的喜好。对啊，然后到了真的自己真的太热爱这项运动，他就会全心投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童杯很好。它就是一个代表一个社区，一个公民，大家都可以来，不需要说一定要多，对，都把它当一个游戏嘛，对，就是培养这个兴趣，一个全民运动的概念，一个全民运动概念，我觉得这很好，对啊。那我觉得有时候在参与运动的过程，尤其这个学童杯。跟家长一起，有时候是小朋友跟家长共同的回忆。他们家长不一定要小朋友成为选手啊，他只是想说，这段时间我有这个陪伴，那小朋友一起努力，那有一点点比赛的经验，那说不定可能得到一个不错的成绩，都是一辈子在羽球上面的回忆。因为早期其实没有那么休闲化的时候，所以你的发展性比较，就是你的职业化比较早，还情有可原呐。但是现在已经这么休闲化，这么风气那么大了，我觉得是可以思考一下，让学生的探索期再长一点，对，不需要这么快定型。对啊，也许我小时候打羽球，我到了国中便打篮球，对，到了高中我可能打棒球，因为变成是我国小如果没有接触，我可能不知道这个运动到底好不好玩。对啊，或者说我可能打得不怎么样，我国中我也不敢打。对，太早被局限住了。对啊，所以确实如同教练提到这个探索部分，但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小朋友是同时他也打羽球，他可能同时也跑田径。对。A 组男生单打，飞讯男士国贸国小。我们看到在这一场比赛其实已经来到尾声阶段，不过亚勋还在追分当中啊，15-19，千羽剩下2分可以拿下比赛的胜利。王瑞婷最近赛制。这一个发球。就送给他了，可惜了。对，把分数送给了千羽。7级女单罗艺恩，请自进。好，这球没碰到出界。所以最终就是由千羽21-15，击败了对手，也顺利晋级到了下一阶段。非常恭喜千羽代表离港国小，持续的挺进当中。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好，欢迎再回到全国学童杯的现场。那紧接着为大家送上的是5年级男生的单打。那这场比赛呢，将是由亚博斯湖银冠国小的庄子明对上高雄市民权国小的洪培允。那白色球衣的就是培允啊。好，那在画面上方绿色球衣的就是子明。哇，这个直线的杀球哦，非常的犀利哦，在第1分很有气势。这样绕头，杀直线。哦，这手法啊，又是一个偏差比较大的界外球，哎，力道不错，嗯。哎呦，可惜了。对，哦，也是做了2次啊。对。他的姿势啊，非常的标准哦。但虽然身形比他小，但是他动作比他细腻。哦，这样磨一个短的。这动作会骗人，是因为把动作做得很像。啊 ，OK。对，骗的是因为你把它做得很像。底线还是出了界外，6比1啊！哇，子明在比赛的一开始啊，已经取得不错的优势了。竞赛组第1次广播人是昆山国小吴宇恒，请自述是第9场对决赛。其实如果这边还有放比较大的空调的话，也会影响球速。哦，确实。因为我们常常在看比赛，顺逆风还有侧风，对，哦，很多球场是蛮明显的，就是说某一面场地只要打，比如说上半场区就会特别不好，然后打下半场区特别顺，对，因为顺风很难控球，是很容易出界，但是进攻方面是有球得力啊，但是对，但是不好控，不好控。这球飞高呢？跟打平球，它也都影响层面差很多。对。哇塞！啊，可惜了，已经在往前等了，但是自己没打好啊，拍了一下脑袋啊。啊，子明。国小俊豪，新上国小谢以乐，请至第5场地预备。单打的趋势要自己布局啊，这跟撞球一样，你要自己布局。对，你的连接球在哪里？对，你要找得到。对啊，你不能打过去，你不晓得干嘛。那你也没有办法防守啊。是。对啊，你总是要知道说，我打这颗球，我是要去哪里？没错。哦，刚刚对于培允来讲比较可惜啊，这个前场的高球下压，反而是打向了网袋。那现在暂时由子明呢11比4。7分领先的培允，但2位选手身高有一点点落差，但是我们从这个比赛第1场就提到，体型不是绝对，对，是有一点优势，但是你说真的要打起来，刚郑南教练也提到细腻度，对，哦，也是影响比赛胜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对。越高层越高阶的羽球比赛，它细腻度的讲究就跟金手一样啦。对啊，要稳定。培允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又是在不受压迫的情况之下丢掉了分数。他想要用他的身形来造成对方的威胁，可是可能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程度，压迫不到他对手，其实就也威胁不到。对。13点42分赛程，A组男生单打。
高雄市复兴国小高顺玉。现在比分是4-6啊，子明还是维持稳定的领先。第4场地出赛。对，没有找出，对啊，裴宇没有找出自己的优势，一直被控制啊，对啊，包括回球过短。对啊，事实上，以你的外形是应该你给对方的压力，而不是对方给你的图几。回的球要够深了，对啊，要能够压在底线。对。好，你看这个脚步，我早上提到说，其实你绕头比较好绕，正拍的没办法。对。你没办法旋转半径，对，你一定要靠侧身去打，手腕去打，绕头还可以摸小动作，好，那当然现在已经来到17-8，9分的差距哦。看来这场比赛，应该是几率蛮高的哦。不过反掉了一个短球。好，裴宇拿下第9分。因为单打强调的手法比较显著。对。哎呀，你跑不到就跑不到啦，你手法不好你就很吃力呀。对啊，所以如果我是这2项比较缺乏的小朋友，其实可以从双打去入手。你的范围比较小，比较好发挥啊。新上国小林秉成，请至第6场地出赛。所以分数啊持续的累积上去，19-9，来到双位数的差距。因为接下来你看你想杀球，但是球很远、很深、很远，你也杀不下去，对，就会变这样，对，所以你会拼命想切球，让对手挑给你杀，而适得其反呢。没错，好，那最后啊，子明啊还是以大比分的败的对手也闯进到了16强哦，非常恭喜来自市民国小的子明。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学童杯的现场。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紧接着要进行的是6年级 A 级的男生单打，来自高雄市鼓山国小的胡佑凯对上高雄市新上国小的张群。其实很多学校6年级都在上周就毕业典礼结束了。对，所以应该都是对羽球很热爱了。
哦，应该就是国小前的最后一个杯赛。对，但是很多小朋友有时候出国啦，放松出去玩啦，对，所以在这段时间他还是要不断的培养球感啊，办这个比赛。所以我觉得休闲风很成功了。高雄市前镇区民权国小张向彤，这是佑凯的挑球挂网，2-2啊，张群的发球。哇，这次把张群的双脚定在原地啊！哦，第一时间重心已经被骗走了。其实会被压迫是很正常的，你不能因为怕被压迫，重心在后面，这样前面球你根本连摸都摸不到。对，所以才说重心压低。你被压迫的时候，你要靠你的身势压低，然后去做旋转半径的回击。哇，又是明显的偏差。参加总决赛各组比赛第5名选手，请至竞赛组离组奖状。这2名选手的状态都差不多了，就是对身形很好，但是稳定性就，哎呀，一来一往啊。哇，才刚提到稳定性啊，又是一个回击出界啊，这种分数丢了真的很可惜。对。对啊，你看这边一球，这边一球就结束了。哇，这样就2分走了。对，对，所以来说落地得分就是金手教学啦，就这样，哎呀。而且我觉得基础教学真的不用太花俏，虽然教练年轻化多了，但是也不用太花俏，因为不一定使用得上啊。对啊，你失分的都比得分多。被自己自杀都比打死多。哦，所以还是要控制，先控制。对啊，对啊。哦，把最大敌人是自己。对，稳定度啊都调整好。对啊。再去寻求其他得分的武器。对，你的变化一定来自于稳定才有变化嘛，你没有稳定怎么变化呢？但是选手一般都想要变化出奇招，但是你会在关键的时候出奇招不稳啊，因为你的基本不稳啊。哇，这一球啊，贴网过了，现在形成了8-6。竞赛组报告：1级女单，前镇区民权国小陈雨花，请小交奖状确认单。好，这一个往前的短球，张群还是没办法回应。那现在佑凯10-6，暂时领先。佑凯感觉比较积极一点，好漂亮。对，只要你旋转半径快，对，你的主动就快，哎，被动反主动就快，是真的正拍就比较没办法。正拍要靠你自己的能力去，你是拉这个半径，哎，比较没有办法借全身的力量去灌，是灌力。好，经过短暂的休息，下半段的比赛马上就要展开。画面上看到的是吴佑凯11-6，暂时领先了张雪。男士义在国小吴佳琪，请小交奖状确认单。你看球够深的时候，他还是会想往后退。你看张雪是这样。其实球够深，就不用怕后面。好，这一球锁定了佑凯的后场反手，造成他的出界，7-12。这样的发球不应该啊。非压迫性的东西，而且发球你失误，等是失去2分了。哎呦，你看下手球，你还想要变化？对，没有机会球重做没有关系，
对啊。目前比分8比14。哇，这个快切再拿下的分数。这身材优势、制高点，他下来的球都是加速的，跟你在2楼丢石头跟3楼丢石头的概念不一样。啊，对。接赛组报告 B 级女单，林冠国小刘千玲，仁爱国小谢新伦，起膝带你的球。哎，这个斜线的调动有。其实张群后面就比较缺乏，只要压他后场，他就回不太过来，所以他自动会比较想守后场。可是守后场之后，对方又切你前面了，那就会偏这样。目前比数来到了6分的差距。赶快，其实你抓到球，其实预设球的路径，你要赶快。对，那这一球我们看到罗凯就守得很好，他已经预测对方的一个进攻直线，然后还分到了另外一边的空档。是啊，不然你就要做预判，赶快打对角给他。漂亮，这个球漂亮。可惜推的比较反压啊。出界。赶到勾对角，好球，哇！但是这个起跳的出拍稳定性差了一点啊。右凯，不然节奏不错。台南市昆山国小陈宇谦，请技术出第10场地出赛。没问题。那这一分拿下来之后呢，来到了赛末点，是的，稳定多了，最后一分稳定多了。对角。对。没有问题。最后一分轻松的拿下，最后胡佑凯21比12击败了张群，也代表了福山国小呢持续的往前挺进。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学童杯的现场。好，紧接着来看到另外一场32强的6年级男单，高雄市五甲国小的李炳谦对上台南市昆山国小的方修瑜。
竞赛组广播，高市古山国小洪芬杰，请到竞赛组。哎呦，临港国小潘品文，这个杀球啊，修宇掌握的不错。江小涵，请至第9场地。哎呦，这两颗两边都打得蛮有水准的。都是一拍毙命哦。王家伟，请至竞赛组。这种短暂突击呀。手法上还是昆山国小略胜一筹。压迫也是突击。哇，还是被逼到了后场啊。对。那现在方修宇5比2，暂时领先李炳谦。有时候突击就是一种武器，但是武器你常常用就不是武器啦。对，你还是要回归到基本盘，还是要配球。所以现在的比分呢，6比3，领先的是修宇。哇，这个斜线的短球形成了挂网失误。还是要恢复多拉掉，至少跑动一下，把空间跑出来。对啊，你看他切的球比长球多。那越失误越多。对，那现在的切球成功率并不高，而且是一直掉分哦。那现在止不住失误哦。李炳谦落后5分了。炳谦还是有手法上的特别的，不过你就偶尔加做的得分，你要在这么短的21分里面返回来有难度。这一颗最后是出了界外，也中断了修宇的连续进攻了。临港国小潘品文，请至数字第9场。所以挑后场的出界球啊，最终让方修宇11比6在前半段暂时5分领先了李炳谦。当然李炳谦在第1局有几个不错的想法，但是执行都以失误收场。是啊。这也可以看出两个小朋友其实基本扎攻上还是对啊，还是修宇比较好一点，所以脚7手3嘛，对啊，你马步要好啊，稳定啊，要打你后场就挂了，或者说你就翻过去，那就麻烦了。又是一个偏差比较多的切球啊！是。在后场直接斜线的下压。炳谦这一次没有造成的挂网。目前8比14，领先发球。再切一个修宇。对，挡不住对方的突击啊，所以预备动作很重要。再掉1分，目前形成了10比15哦，炳谦。我看到有点机会了。哇！哎呀，这球应该还好啦，就可能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就慢慢来。对啊。
程度还在。感觉秉谦他是穿慢跑鞋来打球，所以他一直脚都在滑。不过秉谦的这一集啊，又是一个偏差比较多的回忆。很快的来到了赛末点。出界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场比赛啊，修瑜并没有遭遇太大的困难，那秉谦已经超过双位数的差距。是啊，对，击败了李秉谦，也恭喜方修瑜啊，持续挺进到了6年级男单的下一轮。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紧接着大家看到的是5年级女生的单打部分了。亚博士湖云冠国小刘千玲对上的是屏东市仁爱国小的谢新伦。仁爱国小在画面的下方这位就是狮湖国小千玲。不是好球，
因为那个腕力都不错，对，打出去炮都很强。哇，又来了。14点6分下球，确实，每一球都对。如果蛮有破坏力的，很确认我的炮影响到你，其实他杀完球他就不考虑后退了，直接往前了。哦，再跟进。对啊。那就要看千岭怎么去化解他。对，至少不要让他站着打。要想办法让他由克刚，有点让他走动一下，总比站着打好啊。对，站着打太确实。对啊，你移动打，你失误率也会高，他会容易喘啊。是，那接下来就是你可以拨两边，让他不容易杀球，你才有机会得分。重点是自己要守住自己的失误啊。对，哇，千岭刚刚是自己的进攻失误，那得分不容易。4比3。回来了，你看，啊，只要心里抓到机会，他就攻击了。这球够长，他还是会，他只要球不够长，他就杀了。哇！结果这球又落在了界内，6比3。金轮有一个不错的开局，有守得住他的攻击就有机会。对，至少你要守得住他的炮轰啊。那接下来守住之后，对手一定会想要上网去压迫，对，做第二次攻击，所以你的预备动作你要快。就算你没办法得分，你回击也比较力道。西级女双仁爱国小。哇，这个直线其实是个机会球啊！对，新伦放枪了。对。因为千岭的球好像都比较没有办法压迫到新宇。哦，你看对的。好，那腕力够好，球来就杀了。新上国小林雨辰、肖永文，民权国小曾希瑜、刘希宇。好，这球是落到了界外，9比5。这个球应该是可以千羽先放了，推出去。不要跟他放，除非你小球比他漂亮啊，因为他腕力好，他的瞬发力的球就强了。他腕力不错。当你攻击有造成威胁的时候，你才会做第二次的吊往前球，是来做变化。对，这其实跟心理学是有关系，是测试心理嘛。你怕我杀球，你就守的比较后面，对，所以我再吊个小球，我就得分嘛。那相对的，你就要猜想我会是这样想啊。当我被杀的时候，我下一颗就是要抓你切球，你要逆向思考，对。你打到高5、6年级，其实那种策略跟心理学要更有一点雏形，对，已经有想法了。对。毕竟如果能够从可能小1、小2开始学，然后到了6年级，应该都有3、4年左右的经验。当然这个都要落实在训练的时候，就应该有这样子的课程。观念是最难堆积的嘛。因为这是素养是素养的问题，这不是有时候是你心智不到那边，有些逻辑是你堆不太起来的，你可能没办法真的理解。这跟数学一样啊，就一堂课有人听得懂，有人老师搞不太清楚，对。所以有些选手其实他打得很轻松。好，那现在千麟跟新伦剩下3分的差距了，8比11。
王瑞婷。哎呀，可惜了。对，哦，已经来到往前要守株待兔了，但是杀到火大上。千羽他下半场采取主动攻击的啊。何玉安，新向国小刘国。其实你让他两边跑动也可以啊。对啊，你硬碰硬，他力道对方还是很强啊。对，千羽力道是很强啊，你推不过他，唯独让他跑，比较有胜算。推出去，比较有胜算。啊，对了，对呀，他就一杀一放，一杀一放，千羽就一杀一放，哎。哇，太勉强，又是一个解带掉。杀这个球，对自己不利，因为杀他手上。那这个奥赛球10比14哦，分数拉近，不要急，慢慢来。有啦。掉在地上了，是的，对你落地了。蔡佑嘉，南屯国小陈其汉、洪俊佳。我们再看一次。新向国小郑凯婷、陈泽胜，民权国小移动当中啊，把陈佑安替上选手直击赛组新伦的兵绕了后场。3分差的比赛还早。对，不要急着杀球。这个反拍敲框之后呢，剩下2分，12比14。杀球不好，被反抽，那个力道更强。竞赛组广播，王瑞婷。反的是他的下一拍要准备好，多打交叉球。哇，这个斜线的杀球。又打在了网带上，力道虽然不错，但是要能够很准确的把球打到球往另外一边来。因为他杀不死嘛，他就想要越杀越大力，越扣越紧啊，他就出网了，就变这样。毕竟是小朋友，要有这么长的构思，比较不容易。对，好，这球救起来。可惜反拍失准，那千里还是没有办法将比分给追平啊。你看，当千里有把杀球守住之后，其实整个状况就改变了。对，除非你新宇也很擅长于跑动。不然你会很吃力，要快，撑住，不要乱杀了。你看，急了，哇，还是基本上都杀出现失误，对，要出现失误，那剩下1分差了，15比16。对，漂亮啊！好，这球判断的也不错，手拍让球落地是界外。又1分，又是1分差。出现他的弱点，就会做。你一直让他跑动，就不利于他。哦，推这个有力。还有吗？哇！结果推这个有力耶。新伦再往前放枪，哇，这好大一枪啊！推这个球真的有力，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
从2分的优势变成平手了，17比17。他几乎追上的都是他给他的，哎，对，就是自己送分的。对，这个千宁的都非压迫，主动得分比较少。是啊，上半场还不错，接下来都不见了，又来了，出界了，越推越大力。这个剧本有一点点难以预料啊，18比17。慌了，好球，好球吧？哎，哇，结果是18比18，咬得很紧。好，不应该啊！得分不容易啊，发球这来回2分了呢。对，哇，抢最后3分了。哎呀！哇，场边精彩啊！两队的加油团呢，不甘示弱啊。对啊，这看起来都非压迫啊，都非压迫啊。竞赛组报告：一级男生双打新轮10拳，洪纳马施恩、斯奇恩；前镇区民权国小赖维国、陈佑谦；平大附小张刘全章。还有，要想一下，先也要想一下。哇，还有19比20，两个都要动脑筋啊。洪浩仁、卢渊是以上选手之竞赛组。哇，好球！这个斜线的短球啊，打得非常的精彩啊，确实这一分拿的是实至名归，那非常恭喜，勾得好。逆转而拿下胜利的千灵他在一路落后的情况之下，最后21比19击败仁爱国小的谢新伦，也闯进到了5年级女单的16强。哇，千灵开获胜之后，非常开心的呐喊呢，亢奋。好，看完精彩的比赛，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5年级男子的单打，国立竹科10小的林伟珍对上屏东县东光国小的林凯佑。那这一场比赛呢是 B 级的男生单打8强所以获胜的球员呢就要进入到最后的 semi-final。那东光国小是身穿黑色球衣，凯佑。那竹科10小的伟珍呢是身穿蓝色的球衣。这8进4的球员的程度就会慢慢跑出来了，很激烈的战争就跑出来了。
好，这一次的进攻还是打向了网袋，所以凯佑连丢3分啊，在开局。南市德高国小陈宏杰、陈伟林，振兴国小田国佑、田国祥，请至第8场地。漂亮。这个就是基本功。对，手举起来，同样动作瞬间打出去发力的球。还是一直推后场啊，让对手的重心破坏你的节奏。对，很稳定的情况之下，很难以招架。对。6-1了。喂，这球弹进去，好球！哎，这球压在界内哦。佑凯这一次的防守非常的到位。他有注意，很好。哎呦，3-7哦。这球推到了界外，比较可惜。想法没有问题，想法没有问题。苏宏瑞，高新古山国小陈泽月、赖嘉宇，请至第6场地1队。没有推好。静待着广播。可惜了。又是一个过网失误。可惜了。哇，那现在分数被咬尽了。一组男生双打。布局也不错了，但是要进。单打，C组女生单打，C组男生单打，请以上第5名获奖选手至竞赛组领取奖状。这个杀球找到攻击的机会，非常的犀利哦。在整个球路的配置上有耐心等待机会，直接一板重扣。以他的身形，其实很多球都可以做突击呀。因为不一定要重压嘛，你只要跳起来有做所有的突击，其实就会改变你的位移啦，你就有机会。杀球是为了让它移动啊。对，做这个上午没有做，再一次没有。又出了底线界外，所以现在10-5，凯佑领先了伟珍。2个人实力真的差不多哎，这一球界外，6-10。lucky 没有过，有，过了，7-10，没有推过去，没有过，所以可惜了，根据南市文化国小朱这一次过了，好，所以率先来到11分的还是林凯佑啊，现在暂时4分。领先了伟珍。来看这一次的杀球，当然力道够啊，所以在弹网之后呢，还有机会往前滚。伟珍他其实每一个球他都有预判的啦，对，
所以即使他有跳到后场，他也要去抓对手下一拍打什么，他有去做预判、做准备了。其实他不错。我觉得凯佑可以再大胆一点，就是打得太保守啊。有时候攻击是最佳防守嘛。是。对啊。条件没有比别人差，可以做一些侵略性的打法，没有关系。好赛。好，发球出界。那21分这样很伤哎。对，1分就不见了。对啊，就一局的这样很伤哎。这次的正面突击，把分数要回来。对啊，12比8，是他的力道不错啊，他可以多做一点突击，应该不错。就反而尾声是做突击。漂亮，漂亮。这一球啊，完全在自己的掌握当中啊，掉到前场之后呢，再推斜线的后场。对。这球推对角、勾对角都不错，再来一个，连续2板的重锤，拿下分数啊！打法很好啊，对啊。就说以他的身形，可以做一点多做侵略性的没关系。反正这个斜线，反正尾针他可以打保守一点，因为他毕竟不是这种他没有这种条件，他是可以以多拍来换取空间的，对啊。好球，故意打的，应该好球，出界，那就可惜了，压得很好。漂亮，又上来了。对，等下上去没有做动作，瞬间给你下压，你就会瞬间没有注意到。对，但速度够啊，速度够啊。但是这一次偏了。可惜的。比数10比16。这是8进4，如果到4强，再更好的选手，他会很吃力。第2次广播。推训来自文化国小谢炳谦卢95，请尽数之地5场地出赛。要求换球。有时候17比10。power不对等的时候，可以不用力碰力。对啊。哇，你看他power多强，他被逼到还打到对角线去。对。哇，没话说。对啊，所以他说他条件不错啊，他可以像这种球员，其实打一些侵略性的球，对他来讲也不难。他速度好，他体力也不错啊。对啊，这样他会赢得比较轻松一点。好，这个反拍推后场也打得相当的精彩。对。有没有去抓前面来挑？哇！对。但是这一颗在腰带附近啊，也掉得非常的准哦。因为又真他也逼到了，没办法。好球。好，那尾声还留在场上。撑住。宜兰县成功国小黄手的林玉红，高雄市前镇区民权国小。那我们看到在追1分呢，不错不错，又还是
拿了下来啊，最终21比11啊。但佑海在这场比赛所表现出来，不管是他的力道、爆发力整个路线的配置跟选择呢，都表现得相当的出色。也希望他接下来能够持续挺进下去。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4年级的男生双打。那这场比赛是由高雄市五甲国小的高承硕跟杨迪杰来面对屏东市仁爱国小的杨涛之跟许环伟。竞赛组广播：一组男生双打，亚博高市中继林敏宏、林腾宇，高市实权。好，画面下方仁爱国小，画面上方就是五甲国小。球具竞赛组，阿元国小郑新成、张嘉宇、林以瑞、洪新倩，请至第6场地。五甲国小这边的往前的小球啊，没有办法回应，1比0。这几年屏东的羽球也发展得不错。瑞府国小刘希宇、宜兰成功国小黄守德、吴密宏，请至第10场地。其实地方的羽球要发展不错，真的跟一些民意代表啦，一些地方政府要大力的推动，是，不然真的是只靠家长也不一定有大的成效。地方的资源。对啊。哇，我们看到对于这个仁爱国小来说，哇，不断的强攻一起高球就是杀一个直线一个斜线。这个接发球发生失误。双打接发球如果不利，整场就很难掌握。接发球要能够先压迫对方等于是你在接发球的那个酷谁要能够摆得出来，然后要让对方发短球的时候他会害怕。对啊，对。破人家的发球跟守住自己的发球，这很重要。没错。如果你的接发球没有企图心，那其实对方在发球上面就要让他失误就不容易啊。是。因为我们在看到国际赛男子双打的接发球，感觉整个人要扑上去了。对，那个球一进来，他马上就上去了。所以发球的压力是多大？真的非常大，所以反而在羽球的发球是比较这个弱势的。对，尤其是在双打。对。这破发球局就这样了。
左秉承，请至第4场地。这球两个人的，所以你看我看你傻住了，因为两个中间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啊。对，两个刚好都是正拍。哎，这个是万年不变的道理啊！羽球哦，就是双打就是往中路，就是有用，就是有用。即使你说世界最顶尖的这个组合，常常你往中路去，他们还是会稍微有点矛盾。球太快，有的瞬间你会判断不对，然后或者是两个同时出拍，看，对，那个拍子会打到，还是会。李浩轩、陈佑安，请至竞赛组领取奖。就基本上你跟对手成直线的时候，中间的球就是另外一个人。对，因为你要守最快的直线啊，所以但中间是由另外一个 partner 帮你守住啊。是，这个就是观念。OK。对啊。好，那我们看到在前半段呢，还是由仁爱国小11-2领先了五甲国小。我看仁爱国小这两位球员的进攻火力非常的旺盛啊，那当然这个成功率也高，现在是取得一个不错的领先态势。新向国小高玉涵，那当然对于五甲国小两位小朋友来讲，也许打球的时间没那么长，因为看得出来可能基本动作有一点点落差。那当然我想就如同这个郑仁教练一直在转播的过程当中提到，就是除了竞技之外，还有更多的层面就是让小朋友学习这个兴趣啊，保持对羽球的热情啊。对啊。那现在都不是真的决胜的负的时刻啊，才国小阶段而已。张子琪，请至竞赛组。因为你像这次比赛，我看很多学校其实都不是非科班嘛，可是非科班就不是体育班所培养出来的，就是不是最不是专业学校、专业班级在培养，没错，所以都要靠自己业余啦，然后或者说一些仅有时间或者热忱的老师、教练想教你的，对，来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很难得了啦。对，而且这么多人，对啊，很热闹，非常热闹。他很愿意，有勇气，对。黄守德、吴玉红，请即刻至第10场地出赛。飞讯南市文化国小。朱元明、张子琪，所以我们看到仁爱国小在整个进攻部分呢，还是打得非常的顺畅啊，程度有差啦，对，还是看得出来有一点差距。对啊，双打你说你要背一个人保护他，除非你的能力就跟刚刚那个星光女生一样，你条件够，对，那你很难去保护到另外一个人，有时候很难。像五甲这左手的哎呀，他自己的部分就很难打好了，你如果另外一个要去补那个球，困难了。哇，我们看到这个后场进攻，前场就在等了。对，这就是默契，或是组合。对，平常就知道要这样做演练。好，又是一个机会，逮到。南市德高国小陈伟、刘宇恒，南市玉文陈诗涵、王子维，请至第10场地出赛。亚博高市庄敬国小林玉珍，不断的在往前呢，被仁爱国小掌握住机会一起高直接下压得分的速度很快，已经来到18-4了。但是这是个发球失误。这程度的悬殊，其实比赛就快了。对。现在来到了3号点。
这个长球偏差掉了，所以最终还是恭喜仁爱国小顺利的击败五甲国小啊！仁爱国小2名选手啊，杨桃植跟许环伟击败五甲国小的刚成硕跟杨迪杰往16强来迈进，那恭喜仁爱国小。那这边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低年级的双打赛事啊。那这场比赛是由亚博高市庄敬国小啊林品宏跟林恒宇来对上高雄市石泉国小的毛小飞跟黄子燕。那当然这是双打啊，低年级的部分就没有分啊这个男双还是女双，就是双打。所以我们看到哦这边石泉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啊。可能是怕组数不够了。哦 ，OK， 哎，所以就不限定，本来不限年龄，不限那个性别。对，像一般团体，其实如果男生组不够人，其实女生是可以去打男生的。对对对，没错。而言的，除非你有女子组，哦，那不行。对。哇，这球刚好手落在界内。哇，不过也可以看到这个石泉国小的这个小男生，哇，这个杀球的态势非常的积极。哇，刚刚发球的失误，哎，miss Q， 对女生来讲，辛苦。哦，这个反拍失误啊，3比3。哦，应该是落在界外。界外。好，所以现在正是石泉了，4比3。要靠这个男生的控球啊。对，哇，其实可以看到，哎，男生打得还不错。对，哇，石泉国小这个男生。完全靠他的控球，他一个要满场飞啊，那他的队友啊只能找这个往前拦截往前的几个，就是可能比较好处理的球，
哦，因为可能2位选手的程度有点落差，对，所以男生要 cover 比较多啊。是啊，是啊，他确实可以，可以扛得住，可以。不过女生要是助攻啊，不能是主攻，对，要助攻，要找机会助攻。麻烦的。那至少在这个发球的部分啊，也不要失误啊，能够发得进啊。几乎他发完球就没他的事啊。找个地方歇着。反正你就把他想象成他，有了，有，他得分了，非常的开心，很棒，很棒，神队友，哇，这有点像都混双，我们也知道，但女生就是比较会被打点，对，那当然男生要不管是攻击或者是防守，它的覆盖面积要大一点。不过真正的混双，女生都铜墙铁壁哎，女生很耐打哎。因为男生一定是对啊，所以抢攻女孩子是啊，不过你看国际赛也是这样啊，女生都有耐打哎。我看到日本女那个混双女生跳杀哦，攻击力也不逊色，好不好？请进数字第9场地出赛。对。其实只要两边打的话，池璇这2个小朋友会很辛苦。第4广播，男士日文陈诗涵、王子维，请进数字第10场地。哎呦，好球，在前场逮到机会直接下压。这个模式有再炒一次啊。所以这个小女生她还是有一定的实力跟水准的，有她的存在。逮到机会，她需要。好，这一球我们看到这个庄敬的2位小男生有一点位置重叠在抢球，会抢球，所以造成回击的出界。好，这一个救球还有再还原，哇，又来了，差一点。哇，现在球没有打过，对，10比8领先的庄敬啊！哇，太妙了，哇，这个小男生，哇，吊得好，这是非常高水准的斜线吊球哎！我们再看一遍，在后场，哇，吊到前场最远的位置啊！对，哇，今天我们看到石泉的这个小男生的表现，满场飞啊！当然，人小胆大，你看，小女生也不遑多让啊，她该得分、该把握住的球，她也有拿下。有。那反倒是庄敬这一边，有一点点。是不是突然傻掉？他们以为可能对方2位球员的实力有点落差，忘记他是双打了啦。其实你也是要对啊，忘记你是双打了。对，总不能说每球都是我吧？是，对啊，该给你发挥，就跟池璇一样，该给他发挥就给他发挥，这样才就不会抢球啦。不过这个小朋友真的很可爱。我们在看这个比赛，没有在看胜负的，就是在看说，场上大家都有好表现，我们都一样拍拍手。胜负只是。其次啊，就是说能够享受羽球带来的乐趣，还有留下这样非常难忘的回忆。是。那你看庄敬，这也是他们也是有程度，双打也是有程度的差别啦。对，但是你还是要给另外一个人发挥啦，要不然他就要让贤，他也是要跟那个女生要让贤，站在前面前排。是啊，不然就会很辛苦。竞赛组最后一次广播，因为他乱跑动就会跑出来。男士日文陈诗涵、王子维，请立即进行。还有逮到中弹，要跟对手 say sorry 对，没错，这就是羽球的礼仪，对，这个教练都有教，教得好，需要。李秉君，哇，要小心这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还有，中间打不错，点一个短球，不错。中间这个球守得好，
现在2分差的比赛而已啊。有，这个反拍没过，有抓到点的啦哈。哇，那现在庄敬好像找到怎么去破解的方法。有。那分数追上来了，12比12。这个还没有到后面，真的不知道。14点54分下场，A 组男生双打西向国小。双打在某个层面，你还是要相信队友。对啊，该给他处理还是要处理啊。不然真的太辛苦了。对啊，几乎每一球你没有能力 hold 全场，都是小男生在打。对你这样掉，对，这没有办法，真的，一左一右，对，再会跑都没有球快。对，是，所以才说要策略嘛。这边庄敬也出现了这个，就是这样默契上的瑕疵，再沟通一下，因为那个突然暂停了，因为离太近，前面他怕他打到你，或你打到我，对，会撞在一起，对，两个离太近。好，那现在14比14，很焦灼，聪明，哇，漂亮，换边一下，最后攻向斜线了，不打直线了，对，但他也看到小男生站的位置了，因为你已经引他左边引很久啦，对，是他守着，对，中间是小男生知道人家打他，对，小男生等于是接了发球之后还要再衔接第2颗，对他知道人家打他。可惜。不过石群这2个也不错啊，对啊，不急不徐的，也不慌啊。对，尤其这个小男生满场飞奔，让大家印象很深刻。不错，个人表现不错。尽力了，真的。那当然，庄敬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了，所以从前半段的落后得分的中段，对，到中段追平，到后段领先，是。哇，没有注意到，接发球直接做进攻，两队都有主要的攻击的人，跟注意的人。那目前15比19。不过小男生太漂亮了，太漂亮了，不然打不错啊，打的点很好，想得分呐，太紧张。哇，没过。那现在形成20比16，赛末点出现。哎呦，偏了不错，好，17比20，真不错。哇，在前面守株待兔，被抓到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最后庄敬后来居上，21比17击败了石泉。哇，这是一场非常可爱、非常精彩啊！在低年级组的双打。那这边看完了这场可爱又精彩的比赛之后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学童杯的现场。
好，紧接着为大家送上年级的男子单打。那这场比赛呢，将是由高雄市民权国小的廖博威对上高雄市鼓山国小的胡佑凯。那刚刚其实佑凯也有在我们的这个转播场次啊，当时他是击败了张群，那现在是来到了16强。啊，那是由佑凯来发球。好，在4号位这个反拍发生失误。一组女生单打，高中的星光、蔡承轩、南屯国小陈佩婷，直至第5场地预备。哇，这一球还是太长，出了底线界外，2比0。民权国小廖博威他本来程度就，他们是全团赛是冠军嘛。哦 ，OK。对，所以本来的这种程度就有一定的水准上。对，所以佑凯他要很谨慎的应对。是。刚刚这个反拍的防守出了界外，那佑凯也拿下了分数，1比3。现在给广播。可惜了，这一球要调后场，发生了挂网4比1。你看单打手打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他的上手球脚步就很快啊，你的制控权才有啊。如果你都在下手，你就很难有制控权，你只有手在上面才能去做全盘的控球。啊，这一次想要直接加压，但是发生了失误。哇，刚刚好不容易救起来啊，赶快退防，但是佑凯也很聪明啊，再调另外一边的短球。啊，这个斜线力道太大。其实要再多拍一些啊。再多拍一些，不要急。对啊。因为廖博威他脚程很快。好，这样的重复路线让博威现在7比3领先了佑凯。一个变线，所以你的打完的回中都要快，对，因为他手法好，他变线就快。是。加速。啊，再来一个，但是打偏了。策略对了就不能急啊，你也是要多拍，对啊。目前9比4，领先的是博威。这个双脚起跳的斜线杀球，对，因为把他逼到回击，所以说长球是一个很好武器啊。把你压到后场，对，你才会出现空档啊。对啊，你看博威也不是一下就可以打杀杀，不会啊，但是一步一步把你逼近，慢慢控，然后慢慢压迫你，慢慢压迫到半场出现一个比较重杀，这个品质比较不好的回击，那我就可以下手。对啊。所以在前半段呢，暂时还是由博威啊11比4，7分领先了佑凯。因为他本来就不错的选手，就一定的球质在。对，所以你面对他就不能急了，反而你要很特别注意他的变拍啊，他的滑拍。侯瑞恩、陈佑宏、何玉安、林品浩，请就竞赛组领取奖状确认单。你看这个长球都有质量的。对，哇，压得很深啊，而且就在死角的位置。是啊，还是在界内。对。所以才说长球也是武器啊。对，对不对？比较有侵略性的长球，速度很快。因为长球够远够深，其实你不好回击啊，你反而被压迫。对，而且你基本上没办法进攻。是。
所以长球分很多种，一种是被动的把球回击，一种是主动的压迫的长球。对。博威这一次的杀球过网。好，又是底线出界。因为这两个选手，如果以后国中要继续走专业的路的话，以后都还是对手，以后都还是劲敌啊。还在遇得到啦。对，所以能打一次多认识一次。对。屏东市仁爱国小金鹏林。这次的绕投又造成了博威的失误，8比14。他想要吊他一下。请自第7场地预备。哦，这球弹进去了，他改变了来球的方向还有节奏啊。可惜了。16比6，对不起，16比8。没有注意，你看那重心都想要后退。其实你身高够都不用怕他压，被他压也很正常啊。经得起被压，你才有机会守住前面。一般选手都不喜欢被压，但是你不可能不被压。是。对啊。在整场球一定会遇到的。是啊，对方跳起来就是想压迫你啊。女生单打，女之音东华附小。我赶快，来不及。国小张敬荣，请至第10场地预备。你看这个长球都很深的。对，是他的了，因为他回过来球也不够远了。当他在做第2次跳起来的时候，直线跟对角你守不住，你不晓得哪里了。对，这个都是很侵略性的策略。朱杰，这个短球差一些些。不过现在他整个协调都很流畅。反倒是右凯发生了攻击的失误。不用急啊。你没有机会杀，你还是得回击，至少你球回够远，也安全。高市实权黄继宇，高雄市前镇区民权国小刘新宇，请至第9场地预备。对，有了。这一次就守住了，有守住，非常的聪明啊！这合理的配置，就守住了。因为以身形你不差，接下来就是看谁稳定，谁配球配得好。对，其实这种球都不是很强的压迫，相信他应该守得住。现在是博威的赛末点，博威的往前球比他好一点，他应该要注意。这个直线的进攻，对，先要到分数。因为好的选手很会去打那种时间球，就是不会在第1时间打，会在第2时间打。对，这样你的启动就慢了。哎呦，有，可惜了。好，最后还是没有问题啊。博威在往前的小球顺利拿下分数，21比14，击败了右凯，也顺利的挺进到了 A 级的男单8强，非常恭喜廖博威。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雪铜杯。
好，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5年级女子的单打。那这场比赛是由台东县马兰国小的唐静恩对上的是台南市德高国小的温轩。这场比赛同样也是16强。唐静恩在画面的上方，恩轩在画面的下方。好，一开始回的高远球过场。竞赛组报告：民权国小周芷玲、刘永怡，请至竞赛组。也是落在了界外。对，就主动的球，尽量少失误。这3分了，出了3拍，丢了3分。对，对，21分很快。这一球也是压在界内啊。今天的绕头拍不错，那绕头拍的反主动其实很快。所以恩轩要打这边的球要很注意。是，哇，结果这一球又没过，那现在连拿6分啊，竟然。好，这个高球要有把握啊！哇，这球最后在界内要以为没有打进去。哇，很接近。没有注意，没有注意。金恩的接发球，都想要跑，破坏力，都想要后退。好球。好，还是压线了。偏了。看到金恩。好，那现在呢，静恩的比数应该是11分啊，恩轩是1分啊，所以现在应该是静恩呢暂时领先了恩轩。好，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静恩来自台东县的马兰国小。当然，恩轩在这场比赛比较紧张啊，一开始的几次出拍呢，马上都是造成失误啊，都是出界球，比较可惜。所以在一开始丢分比较快的情况之下，当然让静恩呢现在是取得较大的优势。不过静恩这个发球也过长，恩轩得到第2分，2比11。哇，这个发球太短了。掌握得分的机会。及女生双打刘佑轩、李云珍，1级女双周芷玲、刘永怡，请至竞赛组领取奖状确认单。好，没有问题。今天攻击性、侵略性很强。对该把握的都有拿下来，而且他整个动力都往前了。对，就不会就会感觉你会觉得一气呵成。一般学生如果他重心摆不好，他打完球是像后坐力一样，他喷到后面去，那代表身体没有向前，跟投棒球的概念一样。好，今天已经把比数给拉开来了。好，那恩轩也想要发力啊。但是杀在了网袋上。其实羽球很强调重心呢。可是大多数的小朋友不晓得自己的重心在哪里。对，那你重心会影响到你下一拍的主动。对。因为只有舞蹈的人，只有学舞蹈的人，他才强调重心、核心。OK。对，一般竞技可能。我特别去强调，是，对。可是你看小戴他
他前几年就有开始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核心的一些肌力。那后来慢慢大家都会比较讲究这一块。现在这个核心肌力已经变成主流了。对啊，可是事实上，因为舞蹈本来就是所有运动的核心了。对，因为它是全能的嘛。好，那这一球是没有碰到，出了底线界外。因为羽球虽然是它有点同手同脚，但是它还是全身性的活动。对，所以有一些左手的小朋友，他会懂得，他会能够展用惯用力。对，所以你会觉得也是力与美的结合啦。你会觉得姿势漂亮。你像林丹打球就很漂亮，那力道展现的出来啊。很像那个吕宗伟，他们那种身体的惯力很强。对，那种加速度有用到身体的力量，就很棒。又是针对对方的高球直接做下压那金恩很快的就来到了3木点但是这个发球呢是落在了界内，所以直接拿下了分数金恩呢在面对恩轩16强最终以21比7击败了对手很快的就进入到了8强这是最后的再见发球来看一下最后是压在了界内没有问题，也恭喜金恩。我们再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比赛现场。颁奖典礼统一颁奖，请各位获奖年度排名的选手以及教练稍微注意一下，谢谢。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那紧接着大家看到的是4年级的男生双打。那这两组的小朋友呢，分别是台中市南屯国小的陈启汉跟洪俊佳，台南市德高国小的陈宏杰跟陈伟玲。好，德高国小在比赛一开始同样也是出现
哦，默契上有失误。好，底线出界。好，这个发球出界，落到了界外。好，点在腰带的位置啊，好球，2比3。双方的补位的观念都还不错，但是谁能够更迅速，就能够再创造下一波的攻击。对，继续对。哇，这个进攻的接续非常重要。所以后面那个很重要啊，就要跟紧前面的人，对。才不会各打各的啦，这样漏洞就跑出来了。对，那双打也最忌讳英雄主义啊，是，对啊，因为是2个人要合作的，对，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比赛。成就伙伴是成就你啊。好，这一次小高球出界哦，所以德高国小。陈宏杰跟陈伟林现在4比3领先的对手。啊，发太高了。这个算送分题了。对，直接被下压。对。那南屯的防守还在加强。15点18分赛程，西竹女生双打。台南市仁爱国小方继威、詹品妍，高雄市德高国小在后场已经出现2颗了。曾心宇、刘心宇，请至第4场地预备。还有哦，还有，这球是落在了界内啊。原本失分变得分啊。对，哇，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后面，所以说后面那个人都没注意前面啊。对啊，因为南屯的前面那个都不见了，你看。你只注意你没有注意伙伴呢。啊，对。哦，不过两边的分数非常焦灼啊，6比6。双打的观念的养成，真的比单打还要长久。是，哦，这是一定的，因为2个人各有想法。对。那彼此成长的速度会不会一样？对。哦，观念有没有一致？因为有时候策略是抽象的，对，它是具体的，它不具体，所以学生要先去理解，然后透过训练，然后加以运用，然后大胆去尝试，对。你不尝试，你也不晓得这样做是对错的。竞赛组报告。有时候学生太害怕打错，你也用不出来。分数咬得很紧。对，到目前为止还是2分的差距，8比6，找不出可以持续得分的方程式。哎呦，有了，再拿1分，难接到。15点30分赛程，一组男生双打，亚博高市庄敬国小好球，林恒宇出界了。亚博高市庄敬国小温浩仁、卢约，还是维持2分差的一个状态。好，发长球。啊，底线接外。德高都自己失误比较多啦，他们到目前为止都是侵略性的啊。会失误都是自己失误掉的。高雄市前镇区民权国小谢凡丽、陈雨芳，请现在球具进竞赛组。
南屯他们的侵略性没那么强，但是你以不得分、以不失分为得分为原则，漂亮啊，调动好球啊，左右的分边呐，拿下了分数。所以要打双打，一定要先把前3拍练好，不然没有什么球可以打。叫双打发接发。对啊。就是在考验前3拍的一个状态啊。那如果一开始的接发球，就能够先压制对手，但整个得分的几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是啊。不过2支队伍呢，到目前为止1分的差距，11-10，哇，太难说了。不管是南屯还是德高，当然在场上都有一些失误啊，尤其德高的部分呢，他在前半段虽然现在是领先，但是他出现太多的出界球了，尤其底线的一个力道控制。不过比赛还是会以侵略性比较多的队伍为比较优胜的几率高啦。对啊，因为不可能一直都被动。对，一直寄望对手的失误，对啊，这是比较不，你也是要做适度的反击嘛，不然你一直防守，到最后人家越打越前面了。因为小朋友的这种比赛跟大人不一样，对。哇，走得漂亮！还有，对。那现在形成了12-12了。有时候杀不死边的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杀他们2个的中间，让他们有冲突性。哇！结果往中洞打，德高又被挑战中路了。是一定要这样子的，因为你球够远，要这么长距离要杀死对手有难度。但是你可以透过左右边2个人的中间，让对手反应变慢，就有机会。互相飙高远球，漂亮漂亮！这个后场的下压，哇，打得非常够水准哦。对，我再看一次，他的并拍漂亮哦。哇，再一个吊球。那现在换边之后，反倒是南屯啊，取得3分的优势啊。哇，这个接发球有出界了。因为南屯开始有攻击啦。哇，是不是底线出界？哇，得不偿失啊！对对手太好了，真的。真的真的，哇，这一分送的，这样很难追啊。哇，漂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屯有点打神了，这个信心都来了。你看这个跳起来，什么反拍都打。对，哇，这个反拍的下压，神来一手，这个反拍下压真的很华丽啊。他是清醒的吧？我觉得刚刚都是。刚刚是一个他突然间清醒起来，下手的斜线，对，然后衔接这个反拍下压，真的。哇，不会吧？他绝妙好球连发，他突然间清醒起来，哇，把对手定杆哎！现在已经来到20-12，哇！但是这球过啊，真的是让我想到蛮牛的广告，布莱赫的蛮牛。哇，没有问题啊！虽然最后的余药啊，不过依旧是
南屯哦21-13，当然这一波的攻势啊，哇，大家看得很过瘾啊，南屯国小。这如果是运彩，应该是赔了一大堆吧？啊，但这就是比赛迷人的地方啊，那永远都想象不到在场上会发生什么的状况。这个结果太出意料之外。恭喜南屯国小击败了德高啊，往下一轮来挺进。好，看完精彩的男双之后呢，我们稍微喘一口气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好，欢迎再回来。那我们看到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低年级的双打，那是由高雄市民权国小的内战啊，赖维博、陈佑谦对上的是谢凡义跟陈宇芳。又是一个内战，对，又内战了哦，民权国小。是由谢凡义跟陈宇芳拿下第1分。哦，还有，哇，这个打点，可惜了，出界。哎，这一次的回击敲到拍框了，他想要变拍。这低年级女生就不一定是弱势的哦，力道不一定比较弱。对，而且先前我们有看到这个羽芳的比赛，是啊，其实实力蛮好的，应该是不会输给小男生的。哦，不过现在维博跟佑谦取得3-1的领先。哎，这是在前面。哇，好球，点在前场啊。那宇芳啊，想要挑球啊，慢了半拍。宇芳好像有针对性的打，还是知道是同学他比较好打。哎，差一点，出界了。
5比2。台南市仁爱国小戴秉翰、徐成佑，亚国高市庄敬国小周少福。哇，这个余浩的救球，造成了这个樊毅的挂网，非常开心啊！哇，救得好，这个看到周天成了。五甲国小高进祥、林秉任啊，打在后场的空档啊，好球！高雄市前镇区民权国小梁成凯、刘建军，请自第5场地。哇，又是勉强的救球过之后呢，造成了乙方的挂网。我们看到微博跟右圈8比2了。其实低年级组球有够长的话，就压迫性就比较长，就比较好。嗯，因为大家都拿正拍，所以对。哦，小心不要发生车祸啊！在场上相撞，背后击球。对对对，哇，这个不要受伤哦，不要受伤。哇，勉强救起来，还要再救，应该要给队友了啦。哇，太执着了。哎，这次的拍面没有处理好。低年级都这样，想打什么就打什么，但是忽略到说你要跑啊。哦。哎，你打那么远的距离，你也跑很远的距离。现在结果3位领取奖状的选手，请至。好，这一颗球啊，最后是落在了界内。在前半段呢，暂时由微博跟右谦啊11比4领先了樊毅跟宇芳。竞赛结果哦，可以看到4位民权国小，尤其是微博跟右谦的，哇，几次的防守啊，哦，非常精彩啊，不断的飞扑啊救球，而且还造成了对手的回击失误啊。那靠着这样啊非常认真努力的，或者说非常有韧性的防守啊，是啊，才能够拿下这些分数。你说自己人最难打，对。竞赛组广播，第一组男生双打，振兴国小杨兆璇，南四昆山陈阳平，平县中校林宇佑。哦，这个短打最后形成的挂网失误。我觉得宇芳他从头到尾都打对角很多，不晓得是有策略性的吗？还是很好，左右开弓比较顺。啊，最后转成直线拿下了分数。爬过去了，啊！守得好，哇！看后面好危险。嗯。哦，还有吗？可惜没过。漂亮。哇，这个跳动啊，是宇芳。对，除非程度落差很大啦，不然其实低年级的变数也很大。确实，哇，现在的分差是越来越接近哦。瑞湖国小刘心瑜、徐立涵，请立刻至第10场地出赛。哇，这个点打得真好啊，宇芳。他的劲道不错。
这一次的飞扑救球，可惜没过。那现在比数14-9。低年级就是不畏惧，对，哦，这乐在其中，每一颗球都很拼命，不管分数，没错，所以不会怯场啊。哦，这球熬不？11-14。竞赛组最后一次广播，瑞虎国小。有啊，想要没有站好，没有站好，对，想要打斜线对，观念有了，没有站好。啊，往斜线去啊。15点42分下场，B组女生双打，嘉北国小黄千瑞、陈雨辰，屏东仁爱国小曾子睿、岳舒雅，场自第10场地出赛。啊。这是微博跟右谦的失误啊。哎，过人了，太勉强了。哇，这次的蹲打，球没有压下来。哦，女方没有接过去，那现在又被拉开，来到5分了。杀的球如果没有压下来，就是会被反抽啦，就是这样适得其反。既然他攻击了嘛，球一定要下压。哎呀，不，可惜了，不是球。哦，那比数已经来到19-12。哎，再见嘞。想要发短球没有发好，哎呦漂亮哦，瞬间变拍没变到，不断让这个反应在后场是左右的调动，那现在逼出了赛末点了。哇，漂亮！最后雨芳没有办法化解这个前场的短球，那还是由队友微博跟右谦取得比赛的胜利啊，但这场比赛是民权国小的内战啊，但是有一队晋级，那有一队呢是止步在16强。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学龙杯的现场。
好，紧接着为大家送上的是3年级的男生双打。那4位球员呢，分别来自台南市振兴国小的杨兆璇以及昆山国小的陈阳平。那另外一边呢，则是屏东县忠孝国小，包括了林宇佑以及吴秉成。廖威宇、王希晴，请至第9场预备。这都还是南部的小朋友居多啦。对，哇，忠孝国小是身穿白色的球衣，那振兴跟昆山的组合呢是身穿深色的球衣。哇，这一球接发球还是失误掉，2比0。嘉北国小黄轩瑞、陈以诚，请继续至第10场地出赛。哦，这个接发球的下压，不错，这很大胆这样压，边线界内。5点42分赛程，一组女生双打，离港国小差一点没有过人。郑宇珍，来自昆山国小郑方成、林佩晴，请至第5场地出赛。其实他们的球也没有乱起高啊，不错，不过接发球的失误之后呢，形成了3比3。大家找出能够比较强的侵略性的打法，有了，昆山有了，一般双打组合还是要有一个炮手，一个做球，这起码的配合。宋乔安，下手的斜线，两边的小球我都做得蛮好的，可惜这一次的下压呢是出了底线界，哇，4比4。这不应该。好，发球没进。出球。竞赛组报告：1级男生双打，民权国小谢凡义、谢宇芳，出了边线之后呢，形成了5比6。有时候选手都会顺着感觉打，对，可能就忽略对手的站的位置跟拿什么惯用拍，毕竟反拍力道不会比正拍很强嘛。你接发球的时候都要考虑一下你要打哪里，比较好打。4年级的可以这样考虑，他应该有能力。后面要补上。竞赛组报告。又是连续的加压得到的分数，现在7比7。鲁约、欧浩仁及脚胶奖状确认单。哦，还有吗？还有，再还原，打空档，好球！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还是拿下了分数哦。请继续至竞赛组报告。手太后面了，哦，在吊球，好球啊！哦，吊得更短了。对啊。15.54分赛程。基本上，如果你不怕他打长球，
其实不用推那么后面，对啊。何玉安，高雄市复兴国小高胜玉，请至第7场地预备。竞赛组报告。有时候双打不是被攻死，是被摸死的。温瑞珍、屏大附小陈佳瑜、陈继强，请以上选手携带您的球具至竞赛组。刚刚是陈阳平的反手形成了挂网，9比10。再度出了边线了。那现在形成10比10。这两队实力相当。好，最后关山国小陈阳平在前场的扣杀拿下第11分啊，双方要换边。第2次广播，嘉北国小黄千瑞、陈雨辰，请技术至竞赛组报道。有时候经过教练在帮他分析之后，选手在下半场会有不同的展现，因为上半场教练讲的话可能不多啊。对，在经过90秒的这样子的提醒，我相信下半场会有不同的策略。对，而且教练是完全观察了前半段的一个状态，是啊，所以更能够给出及时的意见。竞赛组广播，15点54分赛程。第一组男生单打新上国小刘佑俊，被压在底线哦，造成了挂网。第8场地出赛。其实，在慌乱的当中，5位角色还是要跑出来，不能两个人都是单控球，还是要一个控球，一个助攻这样的，对，你这样才能做循环式的侵略。这样还打不死，你看都是被摸死的，那被打死的少了，都被摸死的。想要做攻击啊，还是打在网带？12比12。有了。那现在分数呢又交换了变成林宇辰跟对不起，林宇佑跟郭秉成领先，但是在往前轻轻的点扣，又平手。哎呦，还有吗？还有再压，还有吗？过不去了。对，可见你看中校防守不错啊。对，而且守到最后一刻。对啊，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可以再往前一点。打向界外啊，可惜手太后面都变挑球了。可以往前一点跟他做推挡，应该可以做得到。哎呦！这一次就没办法救了，脚都伸不出去，人先扑出去了。16比13。哎呦！这球弹进去，幸运分。分数还是咬得很紧。
大家攻不死的时候，你看他们就改发长球，以守为攻。嗯哼，对，抽出去的球会变强。啊，这一次的出手有一点点犹豫啊，那最后形成了挥空16-16，又平手了。这可以变一下，哎呀，缓冲一下，打个中间的长球，让他们缓冲一下。因为一直攻不下来，到最后会自己失误。自爆。对。对啊。哦，突然改变一下，变一下，对啊。破坏他的节奏一下。好，陈阳平。出了边线，这个时候啊，19-16，非压迫性的就尽量不要再出现了，哎呀，啊，才刚讲完，这个发球也不是特别难哦，分数很逼紧了，很谨慎。啊，来到赛末点了，20-16，又是发长球，有机会啊！好，再来，再压一个！哇！结果最后在网袋边没过啊！那非常恭喜来自台南的振兴跟昆山的组合啊，杨兆璇跟陈阳平击败了中校国小，也取得了3年级男子双打的8强门票。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好，在今天我们转播场次的倒数第2场比赛，为大家送上的是低年级的女子双打，屏东仁爱国小的梁彩萍跟温瑞珍要来面对国立屏大附小的陈佳瑜跟陈静乔这是屏东内战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但是高雄地区的这些重点学校之间的对决或者是自己学校的内战。那现在是屏东地区的2支队伍来正面交锋。亚博云冠西湖国小曾于恩，请以上选手携带球具至竞赛组。15点54分赛程 ，B 组女生单打，高市星光国小蔡承轩。屏东市仁爱国小金红林，屏大附小现在1比0。哇！屏县中校这次的挥拍没处理好，2比0。叶同安、蔡允燕，请至竞赛组领取奖状确认单。感觉屏东附小比较有策略性，可惜移动当中这一次的挥拍没有打中准心。如果低年级就有策略，那也不简单了而且还是女生，就是谁跑哪里谁跑哪里，如果都很清楚，不会卡不会撞都很清楚，头脑算清楚。目前2比5领先的还是屏大附小。打得非常有侵略性对。这么小比较没有办法去打比较没有人的地方了。人家说人多的地方不用去，人多的地方不要打。是。对。现在比分形成了7比3。仁爱的球感觉比较软一点。在界内还是锁在后场。球对，球要打开，球打开，没错。一直压迫后场那屏大附小持续领先当中10比3。只要把球回身，实力有点悬殊对。所以现在已经拿下了第11分双方要换场所以我们看到屏大附小按照这样的一个策略不断的把球给到后场的位置。同样都是低年级，看仁爱的身形都比较好，应该打出来的值也比较强一点，逻辑上应该是这样。个子娇小都不怕。结果我们看到来到了下半场，15点54分赛程，第一次的接发球还是马上发生了失误。国小张敬勇，中路进攻没有问题，但是太长，出界了，出界了，可惜了。
你看前面你还知道闪躲。哎呦，球没有压下来，哎，再压，哎，有机会了。哇，那仁爱这边呢，只能比较被动哦。对，低年级能这样真的不错。对啊，有些学校在挥拍而已。对，每天还在挥拍。对啊。啊，接发球。所以这一代，你知道一代一代的基因在胎，真的是有差。基因改变。而且整个训练的方法，对，都在进化，对啊，可以让过去这种程度，也许可能要打到4年级是左右，现在2年级就有这种程度了。现在小朋友真的比较聪明了。哇，这个力道啊，还是让仁爱国小这边啊没有办法回应啊。哎，让开来了。精赛组报告：第1级女生嘉北国小林千瑞、黄千瑞、陈雨辰，请向选手缴交奖状确认单。好，来到了19分了。哎呦，哎，有，还是有些许的机会。啊，这次的蹲打没有成功，20比8。那屏大附小来到了赛末点。陈燕珍，请缴交奖状确认单。这个低年级就是球来就打，球来就打。哇，给得很深。没办法考虑没办法考虑打2边的，球来就打，打过去再说了。全凭意志力。有机会哦。哦，还有，再压一个。好球，没有放弃啊。对，永不放弃。啊，可惜，最后还是因为自己的失误，让这个屏大附小的陈佳瑜跟陈静乔啊带走比赛的胜利啊，比数是21比11。那仁爱国小的彩萍跟瑞珍下一次的比赛再加油啊！待会呢就要为大家送上今天的最后一场直播啊，将是这个5年级的女单8强要来争取4强门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今天的压轴。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那今天的压轴是5年级的女子单打，这是8强要来挑战4强门票，由台南市安顺国小的王以柔来面对亚博狮湖银冠国小的曾宇恩。那白色球衣的就是狮湖国小，那安顺国小是橘色球衣的王以柔。这曾宇恩目前也是高雄市的单打好手，对，以5年级来讲，对。而且他是这个左手持拍。他以女生来讲，她的肌力真的是十足啊。哇，跳跃啦、协调啦、爆发力都不输男生啊。对。所以一般球要逼到他不容易。那还要挡住他给你的突击跟压迫。对。这包括6年级跟他打，可能也要不一定要吃力，很吃力。能够赢。因为他的肌力是他救得到啊，跑得到啊。对，你要压迫他不容易，其实他就有机会得分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现在崭露头角的球员，过去都是超龄，就是说可能他3年级就可以打4年级，5年级就可以打6年级，甚至国2、国3就可以打高中的水准好，这球好球，是落在了界内，王以柔。不过国小其实当然发育不一样了，所以有可能你三年级挑战5年级，4年级挑战6年级有可能。对，但是到了6年级到国中，大家的身形大家都会起来，差不多了，对，就不一定了。是，对，发育的比较早，对。但是羽球并不是，虽然是强力羽球啊，但是不是撞就好，当然不是跑就好，对，它有很多的技巧，很多的因素考虑在里面。当这些外在因素大家都差不多的时候，考虑的是内在素质，你沉着，你策略，这个都有。因为你说跳大家都会跳啊，撞大家都很撞啊，没错，对。不然你说现在目前世界好手都很高很大吗？没有啊，有些都是也比较娇小。对，你看像金婷，对，然后像山口茜呢，对啊，山口茜不到160，他怎么打？对，照打啊，小的照打，高的啊，照打啊，跳啊，没有绝对了。但是一定有过人之处了，当然，对，不然很难生存的过人之处。只不过说，在这个学懂的阶段，这样子小朋友就很出色。对，确实很出色，都可以打男生的，这样都可以打男生的。真的整个移动的速度、爆发力，对啊。当然这个王以柔也速度很快。对。所以你要跟他多球以外，你要加点变化，不能顺着感觉走。是。对。漂亮的防守但是于恩的一个球路的配置啊更精彩啊！刚刚第一拍啊虽然这个近身球线被守住但是他的接续做得很好。对，像民权有个刘星宇他自己是15转过去的嘛，对他也是超龄啊，就是说以他同才年龄当中，其实应该是4年级吧，都是小他1岁，对。就很像超龄的身形，就很像很像都超过一般同彩的女生的，是，对打法就很像男生，对。不过说真的，你说每年都会不会有1、2个这样子的小朋友？有，对。但是就是要当然趁他们有光辉的时候，我们就祝福他，但是也要让他就是最怕什么少年得志。OK。
对，要能够保持下去，对，才是重点。对啊，学无止境嘛。对，那这样一路很顺的时候，你不晓得前面有多少阻碍。人外有人。你包括戴资颖，他是算是算是天才嘛，但是他在后半段还是很多阻碍啊。对，还是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破自身的努力，对，才有办法。连天才都有努力的，所以跑在前面的并不是终点。这是教练也好，是家长也好，你要不断的。对啊，因为你说这个阶段呢，比如说小5、小6，其实都是10岁、11、12岁。是。其实如果真的要当职业球员，这未来还有20年。是。对，所以这个跑现在当然是领先，但是能够第一个跑到终点，或者是笑到最后，都很难说。是啊，你像戴资颖，那国小就升甲组了，你说，可是他到最后面，你看他也没有很顺遂啊。对，他在加入变成成人的这个职业球员，也是被。对啊，对不对？他的缴了很多学费啦，他才慢慢的变成世界第一啊。是啊，他也是要潜心的然后对，他也不简单呐，对啊，要以一个这么少年就杰出的选手来讲，他能够重新再来，算不简单了，对啊。你像周天成也是后期才对，周天成算是有点大器晚成的感觉，对，在这个将近30岁之后，才打出了国际赛的成绩。是，你看他跟王子维比较起来，王子维顺多啦，是不是？对啊，所以说人的一生嘛，还是说球员的一生太顺，有时候也不是一个好事啊。对，有时候你跌跌撞撞，反而其实就是要呈现你要转型你要转型的阶段。来看，哇，这个发球可惜啊，出了底线界外，目前是3-10啊。是余恩还是3分领先的以柔。哇，刚刚近身他守住了，那接着他还还一个近身啊，拿下分数。这边他球强，他不是那么细腻。对，那加上他配球。对，所以他打他，你要耐得住配球。又是落在了界内所以形成了15-10。因为这才打一场，如果你一场控制不好，其实就结束了。没错，如果真是比赛的3战2胜，其实就不一定。没错，就有机会再调整。你看上午都很快，速度很快。都是在最高点才出手当然他的选择性就多了。他球打得多，比赛的多，他节奏掌握得非常好。这一球偏差的比较大所以跟他打得同的对手，你要比他更沉着。对啊，不能急。有一点点被带开来。哎呦。又是在界内。那距离比赛胜利剩下3分啊，余恩。因为他不怕你后场，他一直压着你后场打，他要抢往前啊，所以速度要跟上，是，不然很难打回去，突破很难突破。现在来到19-11了。哇，这个绕头直线的加压，还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20-11，已经来到了赛末点了。对。哇，这种点杀。漂亮了，有了，还有中，以柔，我不轻言放弃啊。漂亮，对讲，
哇，这个反拍最后没过，还是由郑宇恩啊，以21-12啊击败了王以柔，同时也收下了明天进入到4强赛的门票。非常恭喜石虎国小的郑宇恩在今天的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那整场比赛当然在前半段呢跟这个以柔是有来有往，不过在换场之后他掌握优势，尤其如同郑老师提到的，他的爆发力、肌力还有速度确实在同年龄的女生是非常出色，甚至能够跟同年龄的男生来抗争。是啊，对，我们还是要祝福他。对，那当然，我们今天看完从早上8点半到现在是将近下午的4点30分，我们看了，在我们转播场次看了几十场的比赛，可以看到这些小选手们，其实他们是很享受比赛的，当然他们对于这个胜利是渴望，但是我们从转播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提到，除了胜负之外，对于这些小选手有更多是希望他们能够享受羽球带来的乐趣，然后维持对羽球的热情，那希望持续在这个项目慢慢的精进自己。是。对，那老师，因为您在基层服务，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小选手们跟你过去带的小选手们，他们这几年的进步的幅度，那现在小朋友更聪明，那打球也更灵活，那家长也更投入，那包括不管是学校单位、政府单位，其实对羽球的资源也投入更多了吧？是，当然了，以前可能要打中午区域性的比赛，你可能教练都要带着学生，你也是要去台中的东奔西跑，是有这样子的环境，有这样子的场次，其实学生家长也不用舟车劳顿这样子奔跑，没错，那也可以多点学生的这样子交流同时也不用纯粹都是竞技，有一些休闲可以进来共同参与，那慢慢形成全民运动，我觉得这个很好对，这样比较健康的活动，这样是，所以当然在今年学童杯的巡回赛总决赛，今天只是第1天，那明天开始还有4强到最后压轴的冠军战。当然，我们连续2天在赛后都会进行球员访问。那我们今天同样也先请到2位球员来到我们的主播桌。那我们先请到今天表现非常好的敬恩敬恩今天的表现应该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来，我们把敬恩先请到我们的主播台，跟这个小球员聊聊天。敬恩不要紧张，叔叔跟你聊聊天。第一次来到主播台，应该蛮特别的。好，来，我们好好的聊一聊，笑一下看着这个镜头，好不好？看着镜头，会紧张吗？来，先自我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唐敬恩，今年10岁。10岁？你才10岁，可是为什么你那么厉害？你打球打多久了？从中班开始打。从中班就打球，所以中班5岁，那现在10岁打5年。那你觉得你今天的表现怎么样？还可以吗？还好。你觉得还可以更好，是不是？那你对自己在打羽球有没有什么想法或目标？有没有想要成为哪个球员啊，或者是说想要拿到什么比赛的冠军啊？有没有这样的目标？还好，就是打赢就好了，对不对？打赢就开心了。那这一次呢？那这一次来到这个高雄参加比赛，教练或者是爸爸妈妈有没有说，如果打赢的话，给你什么奖品或奖励？有吗？就是有好宝宝卡。好宝宝卡可以干嘛？可以换东西。可以换东西，换什么？吃麦当劳，还是换礼物？换礼物。那好宝宝卡，你最想要得到什么礼物？跟我们透露一下。小狗，你想要养小狗？OK， 好。那除了打羽毛球，还喜欢养小狗，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个球员？你平常有看比赛吗？有。最喜欢哪一位球员？我喜欢刘星宇在打球的时候。喜欢刘星宇在打球。他很厉害，对不对？他比你大一点，对不对？对。那除了这个国际的球员，有没有看比赛？就是国际的巡回赛，有吗？爸爸妈妈有播那些给你看吗？有。国际的球员喜欢谁？戴资颖。戴资颖，高雄在地的戴资颖，但是你是从台东来，对不对？是不是特别来台东来这边？那感觉今天来这2天，或者说这几站来参加学童杯，感觉开心吗？开心。是不是可以认识很多跟你一样喜欢打羽球的小朋友？对。那跟他们交手也可以互相切磋球技，对不对？那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有很多好朋友。对。很多好朋友，那最好的朋友是谁？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他叫什么名字？还是不好意思说？好，太紧张了，是不是？好，没关系。那这个叔叔也祝福你，接下来的比赛能够顺顺利利，好不好？好。好，那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跟镜头打个招呼，不要害羞，来挥挥手，挥挥手，跟镜头挥挥手。Hello， 以后再回去叫爸爸重播，妈妈重播这个电视上你的画面给你看，好不好？好，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当然我们会访问2位球员啊，刚刚我们访问非常可爱的静安，那接着我们为大家访问另外一位这个小选手玉安，也要来到我们的主播台。好，谢谢静安。好，那第2位球员是这个玉安。对的。好，玉安，来大方一点，好，男生大方一点。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然后今年几岁？读什么学校？我叫何玉安，今年12岁，读文化国小。读文化国小。那觉得今天的表现怎么样？觉得还可以吗？很烂，为什么很烂？为什么？球都控不好啊。是觉得应该是不是很烂，是说可以更好，对不对？对。是应该可以更好。是啊。对，那我想对你来讲才12岁嘛，那打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比赛，其实就是在每一次的比赛过程当中检讨，然后改进，在下一次的比赛发挥更好嘛，是不是？是啊。那你觉得这次为什么表现你没有达到你的标准？你觉得在哪边没有做好？因为我觉得球怪怪的。球怪怪的。就球就会乱飘啊，就不好控。这次的手感不太好。不是，球有时候就怪怪的。哦，球有时候怪怪的。OK， 那你对自己有什么想法？因为你打羽球打多久了？多久？你从几岁、几年级开始打？应该中班就开始乱打。你也是从中班就开始打？乱打。OK， 没有啊，本来小时候就是玩啊，对啊。那当然到了国小阶段，可能就接受了正规的训练，所以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就是因为现在也是6年级了吧，对不对？好，就升上国中，那对于羽球有没有想说，未来往这个专业的球员的路来迈进？想啊。想嘛，哈。对，所以有没有什么样短期的目标？希望最近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表现？不要国中的时候被国3的电就好了。不要国中的时候被国3的电，还是保持竞争力。对啊，保持竞争力。没有。一定会稍微被垫一下了，还是要缴一点学费啊。毕竟你国1嘛，那国3的学长比你高啊，经验比你好啊，可能技术比你成熟，你是要把他们当做效法的对象，或是突破的目标嘛。对。那你自己呢？自己有没有平常看比赛有特别喜欢的球员吗？想要跟他学习的？叶宏卫。叶宏卫为什么？叶宏卫，就感觉他左手就很帅。左手很帅。对啊，左手超帅。他打双打。对啊，打混双。所以你自己也喜欢打双打吗？其实都可以啊。都可以。OK， 所以你也没有设限自己打什么项目。对。对不对？哦，不管是单打、双打、混双，你也可以接受。混双没有打过啊。混双对啊，当然你现在这个年纪还没有打过，所以我说你是没有对自己有什么特别说，我一定要打单打，或者是我一定要打双打，对不对？对啊。好，所以你特别喜欢叶宏卫。那你有看到他这一次在汤姆斯杯的表现吗？有啊。有吗？哈，很棒，对不对？这次的中华的男团在汤姆斯杯拿下了奖牌。对啊。所以你也希望是不是要向他们看齐，未来也可以代表台湾出去比赛？当然。有没有这么想法？当然想啊。好，那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就破台湾的纪录就好了。破台湾的纪录，台湾的纪录是拿到奥运金牌，不能再破了，最多就是金牌。当然我们拿到的是这个双打啊，这个男双的金牌。那今年的这个巴黎奥运又有这个羽球项目啊，希望你也透过这个电视转播，能帮所有的台湾的选手加油，好不好？OK。是好，那最后跟大家打个招呼。那我们今天的转播工作到此告一段落，你是最后一个来接受访问。那明天还有比赛嘛，对不对？对，那希望你明天的比赛能够加油，好不好？好，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明天继续锁定。好，继续锁定。好，谢谢玉安接受访问，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转播，拜拜。拜拜。好，谢谢。